陆明穿着外卖服，急匆匆闯入银行大厅。今天他不是来送外卖的，而是过来相亲。银行女职员抬手拦住：“先生，不好意思，外卖不能送进银行，请放外面柜台上。”我不是来送外卖的。大厅内，周月头戴鸭舌帽坐在长椅上，身边放着个挎包。他深吸一口气，随后掏出一个白狐面具戴在脸上。第一次当劫匪，还真有点紧张。周月从挎包中拿出一把手枪，咔嚓一声上膛，将枪口对准天花板。那您是来办业务的，请到旁边排队。我也不办业务。那你来干嘛？我是来相亲的。相亲？银行经理听到动静走了过来。哈哈哈，有没有搞错？居然有人把银行当成约会的地方了。是啊，这年头为了省钱，什么阿猫阿狗都有，真是可笑。这时候，王语嫣挽着郑少东的手臂走了过来。陆明，你怎么想的？要相亲去隔壁咖啡馆不行吗？就这么差钱，非得跑银行来相亲？语言，这就是你以前那送外卖的前男友，他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啊？谁知道呢？估计穷的脑子坏了。没事的，宝贝，以后离这种穷鬼远点。不过你跟了我，就不愁没钱花了。郑少东边说边捏了捏王语嫣的屁股。哎呀，郑少，这么多人呢，你捏人家干嘛？就在这时，枪声突然响起，全场一片寂静，大家都懵逼了，沉默片刻，所有人都将目光望向了大厅方向，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接着急促的警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周月戴着狐狸面具，持着手枪。都听好了，我只抢银行的钱，只要你们乖乖配合，我保证你们都活着回家。打劫啊！快跑啊！救命啊！银行内，众人纷纷尖叫，慌乱逃窜。周月再次对天花板抬手就是一枪。现在，所有人听我指令，全都给我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众人吓得瑟瑟发抖，纷纷抱头蹲下。现场只有周月、陆明两人还站着。周月，你在干嘛？陆明坐在沙发上，陆母拿着手机站在一旁。小明啊，妈给你找了个相亲对象，你看看。这女孩怎么有点眼熟？她叫周月，就住咱家隔壁。你俩从小一起玩大的，经常一起比谁尿得远，每次她都输，你忘了？比谁尿得远？我小时候有这么皮。8年前她参军入伍，后面一直没联系，没想到长这么好看了，真是女大18变啊！她昨天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妈看你俩挺般配，就想着给你们撮合撮合。得了吧，我现在就一送外卖的，人家能看得上我吗？月月又不是什么物质的小姑娘，她不会在乎这些。妈看她对你有好感。对了，她还让妈约你下午去汇丰银行相亲呢。去银行相亲，怎么感觉怪怪的？你爸去世前总念叨，希望你能早点成家，你可得好好把握这次相亲机会。我去，行了吧？周月动作潇洒，随手将挎包丢给陆明，里面有面具和枪，快拿上。干完这票，我请你吃饭。陆明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一把手枪，满脸懵逼。不是，来真的，我就相个亲，你骗我来抢银行。陆明没缓过神来，以为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模拟演练。当他望向天花板的子弹弹痕，不由得惊讶起来。等等，这不是实弹弹痕，是演习专用弹，难道？别愣着，警铃响后，执法者5分钟就到，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抓紧了。丁，恭喜宿主绑定悍匪扮演系统，你有新手礼包，是否领取？扮演系统，这次抢银行果然是演习，领取。丁，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大礼包，悍匪之心，你将拥有无所畏惧的勇气。抢银行对你而言不过是小场面，悍匪意识，你将拥有顶级悍匪的保命、打劫、跑路以及预判并识破执法者谋划的本领。陆明，你还在发什么呆？陆明眼神从懵逼到冷冽，麻利的从挎包中掏出纣王面具戴上。陆明，你居然是劫匪，快放了我，不然执法者来了，你们都得完蛋。我是郑家3少爷，你们敢动我，郑家不会善罢甘休的。去你娘的郑家！陆明对着郑少东身侧开了一枪，郑少东尖叫一声，被吓得瘫坐在地，尿了出来。怂爆！陆明将手枪抵在王语嫣的脑袋上。从现在开始，我不叫陆明，我的代号纣王，记住了吗？不要杀我！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666点，当悍匪值总额超过1万，可解锁新能力。陆明这转变未免也太快了吧！你不是说时间不多了吗？发什么呆？还不去柜台装钱？我来控制人质。啊，报告总指挥，汇丰银行抢劫演习已成功开启全市直播，目前在线群众人数为300人。天哪，劫匪刚刚那句我的代号纣王实在太帅了，爱了爱了！这劫匪好专业，就没人好奇他之前是干什么的。不会真抢过银行吧？各单位就位，立即前往汇丰银行逮捕劫匪。是。陆明将手枪抵在王语嫣的脑袋上，周月拎着塞满钱的大包来到他的身边。搞定了，我们快撤。陆明点了点头。陆明和周月两人推开银行大门，正准备离开，一辆辆警车呼啸而来，停在银行门外。10几名执法者下车，持枪对准陆明和周月。不许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立即投降。陆明看着外面一排警车和执法者，将他们团团包围，没有去路。执法者赶来的时间比我预料的整整早了1分钟。说说你的计划吧。我的计划就是
5分钟内抢完银行，并在执法者赶到前逃离现场。你就这一个计划，这特么就敢抢银行？电影看多了吧？王者归来嘛。计划多了容易手忙脚乱，实在不行，咱们硬冲出去。我再说一遍，放下武器，立即投降。若敢负隅顽抗，我们有权将你们当场击毙。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执法者人数太多，装备也比我们好，硬冲绝对死路一条。那你说该怎么办？不是我的姑奶奶，你带我抢银行，怎么还问起我了？你从小脑子就比我好使，我习惯听你的。苍天呐，这特么玩我呢！哈哈，笑不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吗？这兄弟也太惨了，不仅被坑来抢银行，还要被拖后腿。笑死！演习刚开播不到3分钟，2名悍匪就要被抓 ，Game over 了。参谋长看着直播画面。周越转业回来前可是10级女子部队格斗冠军，没想到他连3分钟都撑不到。执法者个个都是特种部队退役下来的精锐，周越会败不足为奇，但大局未定前不可掉以轻心，哪怕是例行公事，也要查一查周越身边那个搭档。陆明不就送外卖的吗？我这就调他档案出来看看。平板上显示着一个巨大红色感叹号，并附文：您无权调阅此人档案。怎么回事？陆明的档案，我居然无权阅了。陆明眯着眼看向对面的一排警车和执法者队员，没有丝毫慌张，反而很兴奋。怎么样？想出办法没？银行外面已被封锁，我们必须控制一些人质，这样才有资格和执法者对峙。行。随后2人缩回银行，人质们吓得抱头蹲在原地。陆明，执法者已到，你还不赶紧投降，把我放了？敢用枪吓唬老子，给我等着！等你们落到执法者的手里，老子有的是手段报复你们。敢用枪吓唬老子，给我等着！等你们落到执法者的手里，老子有的是手段报复你们。陆明冷笑一声，抬枪对着郑少东裤裆前的地面位置接连射击。啊，我的大陆明，你他妈往哪里打呢？是想让老子断子绝孙吗？我会不会被炸还不知道，但我保证你一定死在我前面。陆明用枪顶着郑少东的太阳穴，郑少东吓得身子一颤，眼中满是畏惧，老老实实抱头蹲下，他的腿不受控制开始颤抖。你们听着，现在你们都是人质，谁敢试图逃跑或者反抗，我先杀谁！一声呵斥下，所有人都吓得缩了缩脖子。陆明，你以前那么爱我，什么都听我的，哪怕我们分手了，你应该也舍不得伤害我，对不对？王语嫣正一脸得意，凭着她的美貌，陆明应该会怜香惜玉。没成想还没得意多久，陆明直接举枪顶在他的脑袋上。臭娘们儿，老子恨不得一枪崩了你个死绿茶！还有，你应该叫我什么？我哥哥。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1888点，太狠了！他居然用枪顶着女孩的脑袋，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吗？这女孩是劫匪的前女友，他这多少有点公报私仇啊！两劫匪本来都走投无路了，没想到纣王却带着同伙躲回银行，并挟持了人质，执法者因此不敢妄动。这人看起来不像是善茬。我操，不会被我猜中了吧？他以前难道真抢过银行？总指挥手中拿着平板，平板上呈现着巨大红色感叹号，并附文：您无权调阅此人档案。不仅你没权限调阅陆明档案，连我都没权限。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这陆明恐怕不简单啊！通知前线，保持警惕，不可掉以轻心。纣王，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你刚抢了多少现金？300万。陆明打开包，拿出一沓现金，翻了翻后丢回包内。这些钱是连号的，带出去没法用，容易被追踪，得换黄金。把你们银行所有黄金统统给老娘交出来！姑奶奶，我们就是个小分行，哪有黄金储备？您抢错地了。银行里没黄金，但执法者那肯定有，我们直接抢执法者。什么？你要抢执法者？这么凶残吗？在众人的震惊之中，陆明直接伸掏出手机打电话。参谋长手机铃声响起，接通电话。你好，我是纣王。谁打来的电话？纣王。真是他，我倒听听他想说些什么。给我准备30公斤黄金，1辆大巴车。抢劫抢到我头上来了，你这是对执法者体系的亵渎。银行内，陆明拿着电话，目光炯炯看着摄像头。亵不亵渎我不管，但我提醒你，你每说一句废话，再加5公斤黄金。我凭什么给你黄金？我可以放5个人质出来，不过你现在得给我准备35公斤黄金。35公斤黄金就放5人？不可能，除非你人质全放。我不是跟你商量，再说一遍，最多放5个。还有，现在是40公斤。你别太过分，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行，就40公斤，我这就让人去准备，3个小时内送到。总指挥，他是在挑衅我执法者体系的威严，这你也能答应？如果这次抢银行不是演习，而是实战，你真敢轻易鱼死网破？可是咱们一旦答应他，执法者公信力难免会下降，群众还看着直播呢。执法者是为了保护人质才会劫匪妥协，他们没做错。虽然知道是演习，但我真的好感动。呜呜呜！不管什么时候，执法者都是正义的一方，加油！你们一定要打倒劫匪。你们看到没？执法者公信力是靠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参谋长点了点头。此次演习务必追求真实，以保证人质安全为第一目标。我就不信咱们出动了整个执法者体系，还搞不定一个陆明。银行内，陆明刚放下电话，周越就迫不及待了。怎么样？他们同意了没？3个小时内40公斤黄金，外加1辆大巴车会送到。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2888点。
按阿姨的说法，陆明是送外卖的，我怎么觉得他更像专业悍匪？我不在他身边的这8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陆明将目光看向周月，接下来的3个小时咱们不能干等着。你带了炸药没？有是有，你要炸药干嘛？执法者不敢妄动，是因为我们有人质，但我们也得预防他们强攻救人。陆明瞥了眼炸药，用枪指向王语嫣：“你过来。”陆明，好哥哥。啊不，纣王。陆明白了他一眼，将炸药放在王语嫣面前，拿稳了，自己把炸药绑在身上。纣王，我不想死，我错了，我不该因你送外卖瞧不起你，更不该分手，原谅我好吗？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求求你放过我吧。陆明把玩着手里的炸药遥控器，要我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你把这炸药绑在郑少东身上去吧。话刚说完，王语嫣捧着炸药，扭头看向了郑少东。郑少东被吓得脸色煞白。陆明，不对，纣王，你不能这样，你抢银行不就是为了钱？我有钱，我全都给你，100万，行不行？不行就200万，只要你肯放过我，干啥都行。少东，为了我，你愿意替我对吧？去你的，老子不愿意，你咋不替我？人家是女孩子嘛。你们还挺谦让，行，那就1人1份。别让炸药掉地上，爆炸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丁，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1688点。陆明应该还不知道抢银行是演习吧？郑少东给他开出200万巨额保释金，他居然一点都不心动。炸药数量有限，做不到人手1份。郑少东、王语嫣，接下来你们帮我一起看人质，要是有人逃跑，我拿你们开刀。我保证人质一个都不会跑，你可千万别让炸药爆炸。看你表现，都愣着干嘛？赶紧给老子滚过来蹲着，双手抱头，谁他妈敢不老实？不用纣王动手，老子第一个收拾他。银行大厅内，一个老太太抱着嘴唇发白、十分虚弱的小孙女，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我孙女得了重病，1天没吃东西了，能给点吃的垫垫肚子吗？给老子蹲下！惹怒纣王，炸药炸了，你负得起责吗？求求你，我孙女真的快不行了。你孙女死活关老子屁事，老子让你蹲下，赶紧的！周月指了指郑少东，让他带着孙女过来。是姑奶奶，姑奶奶发话了，还不赶紧滚过去？这是郑家3少，郑少东，我怎么感觉他比劫匪还恶心啊？7碗怕硬的东西，我呸！人家纣王是劫匪，坏点也正常，他一个人质居然还这么嚣张，真属狗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抱着孙女走到周月面前，他确实快不行了，得先找点吃的，不然他随时可能休克。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怀中抱着孙女，泪眼婆娑。求求你们救救我孙女儿吧！我儿子走得早，我们家可就这一个独苗了。纣王，你怎么说？老太太颤着走到陆明面前，一只手颤颤巍巍地抓着陆明衣角。纣王，求你行行好，我不能没孙女，她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放心，她是我人质，我不会不管。你点份外卖啊？我也是人质哎。我不想说第2遍废话，这里一共17个人，记得点17份。点17份全家福炸鸡桶可以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陆明一把夺过王语嫣手机，点起了外卖，随后将手机丢回王语嫣。点好了，你付个款就行。17份佛跳墙，2000一份，算上骑手打赏小费，总计3万6。纣王，我们就只是些人质，用不着吃那么好吧？银行大厅内，王语嫣一脸懵逼，陆明把玩着炸药遥控器，目光冷冷盯着他。怎么，你不愿意？我愿意。丁，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666点，哈哈哈！看纣王前女友这一脸肉疼的模样，原谅我不客气的笑了。纣王对人质是真好，居然请他们吃2000块一份的佛跳墙。我从没吃过这么贵的外卖，好想当纣王的人质，咋办？想当纣王人质加1，纣王求收留。银行外面，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来到警戒线外，却被2名持枪执法者拦下。站住！干什么的？你们谁点的外卖？外卖，这里是抢劫现场，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走。那我这外卖咋办？买家给了2000的打赏，让我务必送到啊。收货人是谁？收货人是纣王。什么？纣王？他一个抢银行的，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有心情点外卖？会不会是什么违禁物品？必须要扣下来检查。把外卖拿过来。随后，一大批外卖被拎到2名执法者面前，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香喷喷的佛跳墙。执法者一手里拿着一张外卖单，执法者兄弟，外卖是点给人质的，麻烦你们让骑手小哥送进来。落款：纣王，抢劫银行的悍匪，给人质点外卖，点的还是2000块钱一份的佛跳墙。这年头，当人质的待遇都这么好了，大伙实在拿不定主意，于是翻越警戒线走了出来，想要问问参谋长的指示。怎么回事？参谋长，您自己看吧。执法者一将带有备注的外卖单递给参谋长。这是劫匪的挑衅，他想告诉我们，他对人质掌控力很强，让我们别费心思。我们该怎么办？不能再被劫匪牵着鼻子走了。突击小组集合，即刻从银行后门摸进去，争取救出所有人质。另外，狙击小组就位，一旦劫匪露头，可第一时间将其击毙。银行外面，执法者队长以及众多执法者纷纷立正，
参谋长，这些外卖怎么处置？就这么放在这也不太好吧？老金，你曾是特种部队兵吧？有兴趣会会纣王和周越吗？纣王实力不详，但我听过周越的事，她曾是师级女子格斗冠军。怎么怕了？参谋长，我愿请战，若不能胜，甘当处置。好，这些外卖就由你给纣王送进去。你的任务是牵制纣王和周越，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为突击小组争取突袭机会。是，保证完成任务。你们俩提外卖，跟我从正门进银行。银行对面的屋顶上，2名执法者蹲在地上，一人手握望远镜，一人架着狙击枪。报告参谋长，狙击小组已就位。好，等我指令。银行后门通道，6名突击小组队员全副武装，紧挨着银行后门门边。报告参谋长，突击小组已就位。好，听我指令。银行大门口，执法者队长一手搭在腰间配枪上，一手拿着通讯器。报告参谋长，我这边也准备好了。各单位注意，机会只有一次，突袭失败，劫匪必会暴怒，我们只能胜不能败。收到。执法队终于对纣王下手了，参谋长作战，3大尖刀小组联合行动，刺激！卧槽，这场面居然给我整燃起来了！纣王哥哥小心，大坏蛋们要来对付你们啦！副楼上的，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执法队才是正义的一方啊！执法者队长眼神冷冽，一只手搭在银行大门的门把手上，这一次他势必将劫匪一举拿下。银行大厅，陆明将目光望向即将被推开的大门，嘴角微微上扬。执法者那边终于要忍不住出手了吗？银行大厅内，周越站在陆明身边，脸上满是凝重。每名执法者都是特种部队退役老兵，不可掉以轻心。我知道，我知道执法者厉害，更知道他们一旦出手，必不绝杀场面。陆明掏出插在腰间的手枪上膛，随后眼神一冷。正门有执法者，后门应该也有，制高点还有狙击小组盯着，他们的行动模式我很清楚。先以谈判或伪装接近，确认人质位置与匪徒状态，随后由狙击手制造瞬间混乱，突击小组会在3秒内突入，封锁所有出口。他们训练有素，配合如臂使指，绝不会给我们任何反应时间。纣王开挂了吧？竟把参谋长的安排全推出来了。难道偷偷看了剧本？纣王知道安排，却依旧气定神闲，胜券在握，根本不把对方放眼里。我怎么感觉纣王越来越像悍匪了？这纣王还真有点意思。不过参谋长布置没问题，就算猜到，你破得了局吗？陆明，你不对劲。等抢完银行，咱们正式开始相亲后，我会给你个解释的。8年未见，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那种对执法者战术了如指掌的冷静，如亲身经历过类似场面的压迫感，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商人应有的模样。不过现在咱们先联手解决到执法者再说。好，我负责正门，你守后门。执法者目标是救人质，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周越点了点头，提枪走向后门位置。银行大门正式被推开，执法者队长带着执法者1、2踏入银行。另一边，执法者1、2手里提着满满当当的外卖包，进入了银行大厅。纣王，哟，送外卖的到了。你不怕我？你们给我送吃的，我限你们还来不及，干嘛要怕你们？队长怎么办？我觉得这小子邪乎，哪有匪徒见咱们不怕的？纣王是此次抢劫的核心人物，只要控制住他，抢劫时间便可结束。执法者队长提着外卖箱走向陆明，所有人脸上浮出紧张神色，死死盯着陆明和执法者队长。随着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众人心里不由得捏了一把汗。纣王怎么看都只是个普通人，浑身破绽，我只需一招即可拿下他。银行大厅内，陆明和特战队长面对面站着，两人皆凝视着彼此眼神，空气瞬间凝固，时间被拉长，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咔咔的跳动，每一声都敲在众人紧绷的心弦上。卧槽，就要打起来了吗？我好紧张啊！纣王之前是送外卖的，之前没有抢劫经验，在执法者队长面前他不犯怵，不怕被抓吗？总指挥双手背在身后，死死盯着直播画面，满脸严肃。陆明完蛋了，只要他一被抓，我就安全了。马德，敢用炸药威胁我？陆明，我记住你了，等你落执法者手里，看我怎么折磨死你！执法者队长右手将外卖拎起，缓缓送到陆明面前。纣王，你的外卖，谢谢。陆明的声音平淡无波，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礼貌性笑容。然而他的眼神却始终锁在队长的肩颈与髋部。真正的杀招往往始于这些核心发力。陆明伸手去接，执法者队长眼神一凛，突然松开手中外卖，右手成掌抓向陆明的手，同时左手迅速拔出腰间配枪，勾起左脚，借助鞋跟完成了上膛动作。队长出手了，好快的速度，纣王要完蛋了，他不可能是咱们队长的对手。随着外卖盒刚落在地上，陆明已轻飘飘抬起左手，用手枪抵着执法者队长的脑。执法者队长身体僵直，怎么可能？我的速度已是极限，他怎么可能后发先至？而且他抬手的轨迹完全预判了我的动作，这不是运气，这是碾压式的经验和实力差距。动作挺娴熟，看架势应该是特战旅退役的吧？就是花里胡哨了些，中看不中用。一时间，所有人都震惊了，满脸懵逼的看着陆明和执法者队长。一招就制服执法者队长，这怎么可能？陆明不是送外卖的，他妈的，执法者队长连个送外卖的都打不过，完了，连执法者队长都折腾，谁还能救我们？一旁的2名执法者立马拔出配枪，将枪头对准陆明，快把我们队长给放了，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陆明斜眼看向2人，随即调转枪头。
马德，演习用弹的麻醉药，药性也太强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卧槽，陆明真敢动手，不要命啊！居然还是执法者。银行大厅内，陆明一脸淡定。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丁，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8888，您的悍匪总值为16684点，可消耗1瓦点悍匪值，随机抽取一项奖励，是否抽取？这次系统奖励的悍匪值居然这么高，难不成是跟击杀执法者有关？看来系统判定击败这种级别的对手，其象征意义和造成的威慑力远超普通对抗，先不抽取。陆明将目光看向执法者队长，队长的额头还残留着枪口压出的淡红印记，他的眼神不脆不告，没有丝毫妥协的迹象。陆明心里清楚，对于真正的战士，他们是不会轻易向敌人屈服的。给你2个选择，要么跟你同伴一起战斗，要么把枪丢在地上投降当人质。我绝不屈服。作战队长瞬间昏倒，枪声在大厅内回荡，人质中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和偷袭。队长倒地的身影带着一种悲壮的直觉。是条汉子。指挥中心内，参谋长看着监控画面里执法者队长倒地，气得他脸色铁青，一瞬间狠狠站了起来。巨大的声响让周围的技术人员噤若寒蝉，屏幕冷光映照着参谋长因愤怒和痛惜而扭曲的脸。老金可是兵王退役，他是我们手上的王牌，居然连他都折了。陆明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身手？想知道陆明的详细信息，恐怕得问周越，也不知道他上哪请来的这么一尊大神。依我看，周越把对陆明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问他没用。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老金虽然折了，但吸引了火力，后门有突击组，只要他们成功，胜利还是我们的。周越在银行后门的门檐位置贴上一圈炸药，然后手持着遥控器，躲在一盆盆栽后面。不久，后门被清除，突击组6人以战术队形，持着枪，蹑手蹑脚进入。这里的对讲机信号被屏蔽了，我们收不到参谋长的消息。进入后门，组长目光警惕，环顾四周，大家动作轻点，切勿惊动劫匪。咱们的第一任务是寻找机会解救人质。是。门后，炸药包上突然闪烁起了刺眼的红芒。什么声音？不好，有炸药，大家小心，快卧倒。在组长的提醒下，强攻小组迅速卧倒。只听得砰的一声，爆炸声响起，顿时火光冲天。周越将遥控器丢在地上，抽出腰间配枪，连开几枪，将5名突击小组组员给击毙。他抬枪射向突击组长，却被对方一个侧翻躲了过去。有点意思。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会从银行后门偷袭的？你们的计划早就被纣王看穿了。什么？我给你2个选择，投降或者死。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只要能制服周越，这次的突击行动就不算彻底失败。想到这，突击组长猛地一个前扑，右手成拳直接砸向周越的脸颊。周越反应迅速，侧身躲过一拳后，抬腿踹中突击组长肚子，将其踹倒在地。周越蹲下身来，用枪抵着突击组长的脑门。你怎么会3脚猫功夫也敢跟我打？你真以为老娘是吃素的啊？卧槽，这对劫匪有意思，纣王强悍就算了，没想到女劫匪也这么彪。爱了，这对 CP 我克定了。不知他俩能不能走到最后，成为演习最后的胜利者。难哦，外面还有几十个执法者，他们可以失误无数次，但纣王只要失误1次就输了。卧槽，这娘们太猛了，我们一整支突击小组就这么败了。投不投降？是爷们儿给个干脆话。不行，我得想办法混进人质堆，找机会跟外面的弟兄们里应外合。我就不信收拾不了这娘们。一番思考之下，组长举起了双手。别开枪，我投降。参谋长、总指挥看着直播画面中，突击小组全部被制服。看到突击小队全军覆没，参谋长气得脸色铁青，一拳砸在桌上。可恶，连突击组也折了！难道我们真要眼睁睁看着陆明和周越抢劫成功？抢银行最难的点不在于抢，而在于逃。总指挥双手背在身后，眼神中闪过一丝自信和坚韧。我没猜错的话，陆明他们现在该为脱身的是头疼了。说得对，在银行，我们需要忌惮他们有人质，只要出了银行，猫捉老鼠才算开始。陆明他在干嘛？监控内，只见陆明抓着几个气球，恰好顶在了摄像头的位置。随后监控画面彻底被遮挡。陆明这小子怎么突然遮挡摄像头了？他想干嘛？陆明看着被遮挡的摄像头，系统新出的警觉功能真好用，银行3处明设，2处暗设全被排查出来了。此时，周越压着身绑炸药包的突击组长重新回到了大厅。纣王，我回来了。辛苦了，情况如何？后门的突击小组除去投降的组长，其余已全部被我击毙。陆明眼神突然一凛，目光定格在周越胸部。周越，赶紧把衣服脱了。警告：周越的上衣藏着隐形摄像头，请立即排除。陆明眼前浮出系统警告。你什么意思？让我脱衣服？纣王想干嘛？劫完银行的财，又准备劫同行的色了。最过分的是，他居然让女孩子在大庭广众脱衣服，简直禽兽。是啊，这样的事情太可恶了。不过我好喜欢。赶紧把衣服脱了，我没跟你开玩笑。陆明，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老娘的便宜你也敢占？小时候咱俩比谁尿得远，我还看得少吗？啥情况？2个劫匪内讧了。我以前怎么没发现？陆明他这么饥渴。不愧是纣王，人家姑娘拿命跟他抢银行，他却要人家脱衣服。陆明没有声张，走到周越身边，搂住他的肩，
将嘴唇凑到他的耳畔。你上衣有个隐形摄像头，不脱掉的话，我们一举一动都将被监视。原来是这样，我说你怎么突然让我脱衣服？周越身着军装来到办公室，对总指挥敬礼。总指挥，周越转业归来，请多指教。周越，你来的正好，我这正好有件事需要你帮忙。说完，总指挥递出一份文件夹给周越。总指挥，您是想让我扮演抢银行的劫匪？没错。局里这么多人，您为何唯独挑中了我？你刚从部队转业回来，这次演习能让大家对你的能力有更全面的了解。是。你还可以找一名搭档，但为了追求真实，你不能告诉他抢银行只是演习。总指挥将一个挎包提到桌面，推到周越面前。这里有演习需要的道具，包括枪、子弹、炸药包等。周越打开挎包，拿起手枪挡完，又拿出一件白色外套。这个是……忘了告诉你，此次演习需要全市直播，这是带隐形摄像头的外套，等你逃出银行后才能脱下。明白。好好表现，你要是赢了，我给你申请2等功，你的搭档也能得到30万奖金。是，保证完成任务。外套我不能脱，演习规定。天哪，你怎么知道是演习的？指挥中心，参谋长看着监控里搂在一起的周越和陆明，顿时一脸懵逼。他俩怎么搂一起的？总指挥，你确定周越不会因个人情感而泄露机密？总指挥神色淡定，不慌不忙，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心吧，周越是当了8年的老兵，他对组织的忠诚不容置疑。可是别说他俩搂一下，就算睡在一张床上，他也不会背叛组织。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打断了两人的对话。随后，一名下属走了进来。报告总指挥，40公斤黄金以及劫匪纣王所要求的大巴车已经准备就绪。很好，接下来咱们和陆明的对决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倒要看看陆明怎么当着我们执法者的面，靠一辆大巴车逃出升天。银行大厅，陆明依旧半搂着周越，看上去特别亲密。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关乎着我们能否逃出升天，不能让执法者看到。行，那我回避一下，不让摄像头拍到你。说完，周越转身独自一人走进银行仓库。没多时，监控画面突然变成黑漆漆一片，什么画面都看不到了。参谋长气得怒吼：银行摄像头全被气球挡了，唯一能监控抢劫现场的周越居然被支开了，这个陆明到底搞什么鬼？这小子年纪轻轻，还真是头脑狐狸。陆明，你到底想干嘛？周越独自一人坐在仓库的沙发上，一脸满足地吃着佛跳墙外卖。咦，什么情况？为什么纣王的直播画面不见了？可恶，我要看纣王！我特么想看周越脱衣服。我呸！楼上的下图男，你真是够了，真恶心。原以为演习只是随便走个过场，等着被抓，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选陆明当搭档，还真是选对人了。有他在，这次演习搞不好真能成功。周越的手机突然响起，周越手指划过，接通电话。周越，你在干嘛？还不赶紧出去，给我监视着陆明。参谋长，陆明说他需要一点私人空间。你们到底想干嘛？此次演习必须按实战标准来执行。我作为劫匪，有权对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保密，是我无可奉告。总指挥，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挂了。等等，陆明要的黄金和大巴车已经到了，麻烦你转告他出来领取。行，等我吃完饭，自然会出去。周越挂断电话，麻溜的吃完外卖，随后走出仓库。突然，一把漆黑的手枪顶在他的后脑勺。不许动，你已经被控制。看到身穿突击组长制服、戴着黑色面罩的人，正举着手枪指着自己，周越一脸懵逼。陆明这家伙干什么吃的？怎么让人逃了？不许动，你已经被控制了。怎么会？完了 ，BBQ 了。咦，这不是之前被女劫匪所俘虏的那个突击组长吗？今天大反转，成为俘虏的突击组长，居然反挟持了女劫匪。纣王呢？他居然眼睁睁看着同伴被人挟持。银行后门一处僻静的角落，陆明用枪指着突击组长和郑少东两人。你们两个赶紧把衣服都给我脱了！什么？你有没有搞错？我是男的啊！没想到你居然有这种癖好。纣王，你还是开枪把我杀了吧，我是不会顺从你的。就你他妈废话多！郑少东看着突击组长就这么倒在自己眼前，吓得他两条腿猛地打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纣王，求求你别杀我，我不想死。那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我这就脱。你记得轻点，我还是第一次。丁，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2688。陆明的嘴角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显然被郑少东丰富的内心戏和诡异的台词弄得有些无语。他看了一眼地上阵亡的突击组长，又看了看眼前这个活宝，只觉得这场面荒诞的有些过头。郑少东上半身帮着炸药，穿着裤衩蹲在地上，双手交叉捂着胸前，可怜兮兮地看着陆明。纣王，我准备好了，你来吧。你先把他衣服给扒了。不是，纣王，你连尸体都不放过啊？口味这么重的吗？少废话，让你脱你就脱。他妈的，豁出去了！要是纣王在尸体上发泄完，对我没兴趣了更好。他抱着一种近乎悲壮和牺牲的心情，颤抖着手开始解突击组长制服的纽扣，心里一边默念兄弟对不住，借你衣服用用，我也是被逼的，一边又忍不住想象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更令他毛骨悚然的画面。在陆明的命令下，郑少东脱下了突击组长的衣服、裤子和鞋子，只剩下光溜溜的裤衩子。随后陆明也开始脱衣服，并且穿上了突击组长的衣服和装备。郑少东懵逼了，陆明将自己的纣王面具摘了下来，递给郑少东：“你赶紧穿上我的衣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纣王。”
我是纣王，哥，别玩我，抢银行加杀人是死罪，你这是逼我死啊！陆明拍了拍郑少东的肩膀，安慰起来。别怕，你是郑家三少，又不是真的劫匪，就算把你抓了，你们郑家也能还你清白。陆明的声音刻意放得平缓，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他知道，对于郑少东这种被惯坏了的富家子弟，在极度恐惧下，一根名为家族背景的稻草就足以让他抓住，并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真的吗？你不会骗我吧？只要你乖乖听我话，我保证你能活着回家。好，我听你的，你一定要说话算话啊！陆明随即取下手枪弹夹，将子弹全部清空，然后将手枪塞到郑少东手里。这枪也给你，想活命就得演像点，别露怯。陆明眼神锐利，像能穿透面具看到郑少东瑟缩的灵魂。郑少东感觉自己的心思被彻底看穿，握着那把轻飘飘、毫无威慑力的空枪，手心里却全是冷汗。好，我知道了。郑少东穿上了陆明的衣服，并且戴上了纣王面具。这样就对了吗？陆明穿着执法者制服，将手枪抵在周月的后脑上，随后靠近他的耳边：“别紧张，是我。”陆明，你搞什么鬼？吓死我了！接下来咱们跟执法者玩一手金蝉脱壳，你假装不知道是我，然后……好。银行外面，执法者已经准备好了装满黄金的行李箱和一辆大巴车。参谋长拿着大喇叭，冲着银行内喊话：“里面的劫匪听着，黄金和大巴车我们已准备好，请按约定释放5个人质出来。”总指挥站在一旁，身后跟着2名全副武装的执法者。劫匪放人质时，务必保人质安全。另外，有机会就给我强行控住劫匪。是，总指挥。你说等会出来跟我们交接的是陆明，还是周月那丫头？8成是陆明，此人心思缜密，且本事高强，他肯定信不过别人，由自己交接是最稳妥的。想控制陆明恐怕没那么容易，如果是周月出来交接就好了。确实，只要能成功控制住周月，剩下一个陆明就独木难支了。这时，银行大门突然被推开，所有执法者皆紧张起来，连忙抬枪，将枪口对准银行大门方向。只见突击组长蒙着面，手里提着装有300万的麻袋，挟持着周月走了出来。参谋长，劫匪周月已成功被我控制，银行300万赃款也被我带出来了。什么？你把周月给控制住了？听到这，总指挥、参谋长等人皆一脸震惊地看着陆明、周月2人。你不是周月的俘虏吗？怎么突然就把周月给控制住了？属下成为俘虏后，一直在伺机而动。等纣王和周月分开后，属下便趁机挟持了周月，顺手也将300万赃款带了出来。好，干得漂亮！你小子立了大功，等回去我给你申请个人3等功。纣王呢？他的目光锐利地在陆明身上扫过，试图找出任何一丝不协调的细节。尽管结果喜人，但这个过程似乎过于顺利，让他本能地生出一丝疑虑。纣王还在里面看着人质，不少人被绑了炸药，我没机会下手，只能带周月先出来。纣王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你带周月和赃款出来了？是这样的，纣王和周月是老相好，周月被属下劫持后，他投鼠忌器，自然不敢为难属下。听到这，周月脸颊微红，不动声色地掐了下陆明的腰间肉。胡说，谁跟你是老相好了？姑奶奶，我这是在演戏，你叫啥真呐？哈哈哈，咱们终于也让纣王体验一把投鼠忌器的感觉了。连日来的憋屈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周围的执法者们也明显松了口气，紧绷的气氛有所缓和。你小子干得不错，先把周月和300万赃款一起送回局里吧。是。周月被捕，只剩纣王一人负隅顽抗，他蹦跶不了多久了。随后，陆明挟持着周月，带着300万赃款，一同坐上了一辆警车的后座。驾驶位上的司机以及副驾位置上的一名执法者纷纷扭头看向陆明、周月。哈哈，兄弟，你真是厉害啊！单枪匹马深入贼窝，还带出了一个劫匪。你这个人3等功跑不掉了，回去后可得请咱吃一顿啊！好说好说，走吧，我们先回局里。好嘞。司机一脚油门离开了案发现场，很快开进了一条偏僻的马路。车内，周月不动声色地取下衣服上的隐形摄像头。陆明和周月2人对视一眼后，同时掏出手枪抵在前排2人的脑袋上。把车靠边停下，你们被劫持了。司机猛踩刹车，将车辆靠边停下。2人回头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满脸懵逼。不是，兄弟，你这闹的是哪处啊？陆明摘下黑色面巾，周月摘下面具。谁跟你是兄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纣王，这怎么可能？你什么时候成了执法者了？司机一脸懵逼地看着陆明和周月2人，一个扮成执法者，一个扮成人质，你们2个胆子也太大了吧！我的乖乖，总指挥和参谋长居然都被你们给骗过去了。虽然有点离谱，但我们确实成功了。牛逼，真他妈牛逼！总指挥和参谋长他们现在估计还被蒙在鼓里呢。如果不想被麻醉弹给打昏，接下来你们俩得听我的。我们不可能成为俘虏。行，那我就成全你们。陆明也不犹豫，还举起开枪，将执法者和司机击毙。丁，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2688，您的悍匪总值为12060点，可消耗1瓦点悍匪值，随机抽取一项奖励，是否抽取？抽取。丁，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易容术大礼包，完美易容，你可以帮自己或者他人进行易容、改头换面、极难被识破、百变声音，你的声音可以变化成任何音色，伪装成他人说话。异性，你可以通过神级易容术将自己由男变女，大幅增加执法者识破伪装的难度。神级易容大礼包有点逆天了啊！陆明，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我让郑少东扮成纣王帮我看人质，这招骗不了多久。接下来我们得带钱逃命。陆明来到驾驶座，
一脚踩下油门，警车在偏僻的小路上飞驰。银行门口，参谋长拿着大喇叭对着银行喊话：“纣王，你要的黄金和大巴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希望你能如约释放5名人质。”狙击小组注意，只要纣王一露头，就给我当场击毙他。收到。所有执法者纷纷躲在警车后面，将黑黝黝的枪口对准银行大门。现在银行里只剩一个纣王了，杀了他，演习就能结束了。王语嫣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可怜兮兮地看着戴纣王面具的郑少东。纣王，我好歹也是你前女友，还伺候过你几年，释放5个人质的名额，能不能留一个给我？郑少东摘掉面具，将其狠狠摔在地上。纣你个屁的王！老子是郑少东啊！所有人质皆一脸懵逼地看着郑少东。这怎么回事？你不是纣王，那真正的纣王，他人哪去了？郑少东脱去上衣，解下身上的炸药包，将其丢在地上。陆明那混蛋，早他妈带着周越跑路了啊！跑了？怎么跑的？你们还蹲着干嘛？属狗的啊，赶紧起来，跟老子一起出去啊！在郑少东的催促下，所有人质纷纷一脸懵逼地站起了身。听好了，一会你们都得给老子作证，老子不是纣王，是他逼我穿他衣服的。郑少东带着乌泱泱一大帮人质走出银行，所有执法者瞬间抬枪，将枪口对准他们。所有人都给我抱头蹲下，不许动！一声呵斥下，人质们齐刷刷地抱头蹲下。这些人质怎么这么听话？纣王不是在后面控制着他们吗？数量不对，按约定纣王只需要释放5个人质，但他似乎把所有人质都给放出来了。怎么回事？难不成周越被捕？纣王乱了分寸？报告参谋长，共计出来17名人质，里面没有找到纣王。纣王一定还在银行里面，给我冲进去，找到纣王，务必将其捉拿归案。参谋长一声令下，一队执法者直接冲进了银行了。哈哈，只要纣王被俘，此次演习就正式结束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执法者大获全胜。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纣王这种悍匪，心狠手辣，脑子又转得快，应该不会束手待毙才对。总指挥，你多虑了。纣王再有能耐也是人，跟我们抗衡这么久，已经精疲力尽，早就不行了。这时，一名执法者带着郑少东来到了参谋长面前。参谋长，这名人质有话想对您说。参谋长，纣王他不在银行里。你说什么？他穿上了执法者的衣服，假装挟持着周越，早就带着300万现金逃出去了。纣王早就跑了。不好，我们都被纣王杀了。陆明挟持着周越，带着装有300万现金的麻袋走银行走出。属下成为俘虏后，一直在伺机而动，等纣王和周越分开后，属下便趁机挟持了周越。刚才那个穿着突击队长制服的人，他才是真正的纣王。司机，执法者一被丢在了后排，陆明坐在驾驶位，周越坐在副驾驶上。陆明，有个问题我想不明白。你说。你大费周章跟参谋长谈判，要来40公斤黄金，为什么最后你却没尝试带走？从始至终我就没想过要黄金，变卖起来太麻烦了。那只是烟雾弹，只有这样，他才会以为只要他没把黄金给我，我就不会提前离场。所以，早在刚开始抢银行那会儿，你就想好了怎么撤离的问题？没错。为什么我感觉你不是演的，倒像是个真正的悍匪？参谋长脸色铁青，指着桌面上装满一行李箱的黄金，愤愤不平。陆明提前撤离了，这些黄金他都不要了吗？你还没看明白了，他根本就没想过要黄金。没想要黄金，那他跟我谈判时干嘛还那么咄咄逼人？那只是烟雾弹，他带走了300万现金，足以被判定为抢劫成功了。难道这次演习我们执法者队伍就这么败了？不，我们没败，陆明逃了也能抓回来，夺回钱，胜利还是我们的。说得不错，整个苍云市遍地都是摄像头，我就不信他还能插上翅膀逃出升天不成。郑母坐在沙发上，郑少东站在旁边。妈，那个陆明，他居然敢把炸药包绑在我身上，还用枪威胁我。演习直播我看了，陆明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我郑家的人。郑少东徐徐跪在地上，抓着郑母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妈，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一定要帮我整死那个陆明。哼，你放心，这恶口气妈帮你出。虎爷替我办件事。郑家庇护我多年，有什么吩咐您说就是。我要那陆明死无葬身之地。周越一脸狐疑地看着正在专心致志开车的陆明。陆明，我们分开的这8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放心，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普通人制服不了兵王退役的队长，更不可能将执法者耍得团团转。你真想知道我的过去？废话，哼，还不赶紧说！本来想以普通人身份跟你相处，但既然你问了，那我也只能坦白了。陆明拨弄车辆的操控台，放出一段 BGM。1974年，第一次在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就获得了冠军。周越眼神一凛，满脸认真。1980年打赢日本重炮手雷龙，接着连续3年打败所有日本空手道高手。陆明目视前方，眼神惆怅。有烟吗？我记得你以前不抽烟的。气氛烘托到这了，忍不住想点一根。陆明深吸一口，徐徐吐出一口烟圈。少磨磨蹭蹭，赶紧说。现在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官方公报汇丰银行抢劫演习正式进入第2阶段，全民围捕。执法者这次来真的了，凡苍云市民抓到陆明、周越奖30万，提供线索奖1000元。演习第2阶段全民围捕，只要抓到纣王和他的搭档，就能奖励30万。我好心动，怎么办？可是我打不过纣王。举报位置也有1000奖金，我准备请假，专门去找他们下落。糟糕，
我们被权势通缉了。陆明一脸淡定，一边开车一边弹了弹烟灰。我早就猜到执法者会这么干了。执法者3板斧，这算是抡出了第2斧吧？你早就猜到了。想摆脱全民围捕很容易，只要避开人群密集的地方就行。话是没错，可你为什么还在往市区中心开车？那里人不是更多？窗外景色不断倒退，市区街道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们得先把这辆车处理掉啊！没了车子，我们寸步难行，到时候反而更容易被抓。全民围捕除了怕举报，更难对付的是街道摄像头和执法者的王牌杀招——天眼卫星。陆明一脚踩下刹车，将车子停了下来。到地方了，下车吧。陆明戴上黑色面镜下车，拎着装有现金的麻袋。周月戴上鸭舌帽紧跟其后，两人来到一家二手车回收站前。老板，你们这收车子不？老板戴着大金链子，咧着嘴从店内走出。当然收。哟，执法者兄弟，我本分分做生意，没犯什么事吧？我这辆车，你看下能出什么价格？你是来卖车的？不是，你居然要卖执法者专用车辆？车上有定位装置，会被天眼卫星追踪到。开这辆车逃亡，几乎是自寻死路。可你也不能卖啊，那是违法的。卖给别人违法，但卖给这老板，咱们是给执法者送业绩。什么意思？这家店我盯了很久，背后水很深，甚至可能会牵扯出苍云市地下黄虎爷。传闻虎爷曾是境外毒贩，陆明怎么知道他的情报？你就说这车你收不收吧？兄弟，收执法者专用车那可是违法的。我上头有关系，保你没事。回头改装杀妻，没人知道是执法者的车。总指挥、参谋长，参谋站在总控台前，总控台屏幕上显示出坐标定位。报告总指挥，纣王和周月所使用车辆已完成定位，在哪？苍兰街道，坐标号。这辆劫匪劫持了执法者车辆后，没往山区跑，居然还敢在市区溜达，胆子倒是挺大。听我命令，执法者大队出动，这次务必要抓住纣王和周月。二手车行外，老板眯眼打量着陆明和周月两人，再看向一旁的车子，不由得心动。这两人敢卖执法者的车，后台肯定不简单。我就算收了背锅的也是他们，应该没多大事。有钱不赚王八蛋！你们这车我收了，一口价8000块，怎么样？这车配置可是军用级别，比民用车辆价格高出不少。你就出8000块？你们也知道，这不是普通车，我收着可是要担风险的。行，就这个价，卖了。哈哈，兄弟爽快。陆明接过现金，客套了几句，带着周月一溜烟离开了。哈哈，好车，稍微改装翻新一下，转手至少卖30万。这俩傻帽8000块钱就把执法者专属车给卖了。老板还没得意多久，一排执法者专用车呼啸开来，将车店团团围住。6名全副武装执法者从车上下来，纷纷持枪对准老板。不许动，马上抱头蹲下。这什么情况？队长，这辆车就是劫匪纣王和周月开的。说这辆车为什么在你这？纣王和周月他们俩劫匪在哪里？什么劫匪？我不知道啊。还嘴硬，包庇劫匪是重罪，最好交代清楚车为什么在这。我是冤枉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完呢？刚才有2人来卖车，说上头有关系，我收了包没事的。你们怎么？什么？你竟敢公然买卖执法者专用车辆，胆子不小啊！我也是受害者啊。虎爷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2张照片。虎爷盯着陆明的照片，顿时眉头紧皱。这小子，我怎么越看越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陆中穿着执法者制服，胸前染血，他捂着伤口，狼狈的在山道上逃窜。虎爷带着黑衣人，拎着手枪，牵着一头大狼狗，在后面穷追不舍。马德，一个执法者居然敢来老子地盘当卧底，给我杀了他！虎爷一声令下，黑衣人抬起手枪射击，陆中中枪倒地，躺在血泊中喘着粗气。随后，虎爷和黑衣人牵着大狼狗，一脸狞笑的走了过来。好啊，你他妈怎么不跑了？老子在境外潜伏好好的，就是因为你出卖了老子的窝点，导致老子差点被断。你们这些毒枭，就算没有我举报，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德，你没有200号兄弟等着你开张吃饭，你说话当然硬气了。哼，我只是在替天行道。虎爷跟他废什么话？直接一枪崩了得了。用枪崩了算便宜他了，给我放狗咬，老子要看着他被活活咬死。好嘞！黑衣人松开了狗链，大狼狗扑向陆中撕咬，陆中惨叫着，最终咽气。哈哈，这就是背叛老子的下场。虎爷看着陆明照片，我想起来了，原来这小子是陆中的儿子。这时，一个黑衣人从一旁走了过来。虎爷，老八的二手车行出事了，就在刚刚，一大批执法者把老八给抓了。他一个二手车贩子，能出什么事？到底什么情况？据眼线汇报，有2个人过来卖车，老八刚给完钱，执法者就赶过来把他给抓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老八绝对是被人下套了。那2个卖车的人我查了一下，很有可能是今天下午抢银行的陆明跟周月。什么？是他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啊！老子这次要亲自去弄死那小兔崽子。虎爷，您毕竟是背着通缉令的，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当年因为陆中，咱们死了不少弟兄，这仇老子一直记着，非报不可。陆明看着车行老板被执法者逮捕，微微眯眼。我隐忍了8年，虎爷，咱俩的账是时候该清算了。周月看着陆明眼中的杀意，
微微一愣，有些不明所以。他的眼神好恐怖。陆明，你没事吧？我没事，走吧，此地不宜久留。陆明一边走着，一边低头用手机编辑短信。总指挥，你们抓的车行老板是8年前的境外毒枭，其幕后之人就是潜藏在苍云市的地下黄虎爷，请务必严查。发完短信后，陆明收起手机，带着周月走入一条没人的死胡同。想摆脱执法者的全民围捕，首先得改头换面，让别人认不出来。忘了告诉你，其实我略懂些易容术。什么？你连易容术都懂？陆明，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参谋长脸上带着怒意，手里拿着电话，咆哮声四起。什么？让纣王和周月逃了？你们干什么吃的？有精准定位都抓不到人，真是一群酒囊饭袋。参谋长，他们实在太精了，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早就跑路了，我们只抓到个收执法者车子的车贩子。我要的是陆明和周月，你们抓个车贩子有毛用？这时，总指挥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他打开一看，瞳孔瞬间收缩。参谋长，刚刚纣王给我发短信了。参谋长用手捂住话筒，目光看向总指挥。总指挥，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们抓的车贩子跟8年前境外大毒枭虎爷是一伙的。什么？抓个车贩子还能牵扯出毒枭来？我们找了虎爷8年，一点线索都没有，没想到陆明顺手就把线索送到我们这来了。那岂不是说咱们抓到的那个车贩子还真是个宝贝？没错。那什么，我刚刚说话声音有点大，你别往心里去。那车贩子你们抓得好。参谋长，你这变脸也变得太快了。哈哈，等你们把车贩子押回局，我给你们记集体3等功。总指挥，按照你的意思，咱们演习还继续吗？这次演习可是全市直播，捉虎头蛇尾的结束，对执法者的信誉将是致命打击。这个陆明还真是一名福将啊！那咱们就加派人手，地下黄虎爷要抓，纣王和周月我们也要抓，立即去安排吧。陆明和周月已经易容完毕，陆明换上一身便装和周月走在街道上，周月拿着镜子，满脸不可思议。陆明，你这易容术实在太神奇了，别说执法者，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开玩笑，系统奖励的神级易容术怎么可能不厉害？警告！一名黑衣男子正尾随在宿主身后，请宿主小心。陆明眼前浮出系统警告。我和周月已经易容了，还能被跟踪？随后，一名黑衣男子牵着一条狗，手上拿着2张照片。黑衣男子看了看照片，又看向易容后的陆明和周月，他俩相貌都不对啊，难道追错人了？黑衣男子收起照片，无视陆明和周月，牵着狗继续向前走去。那黑衣男子有问题吗？如果我没猜错，他是来找我们的。执法队的便衣？不，他是虎爷的人。虎爷，我们什么时候招惹上他了？虎爷手下有个训犬师，他的狗比军犬会追踪，易容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我们终究改变不了身上的气味。周月，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吧。有些事情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这是什么话？咱们从小玩到大，都这时候了，你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我没把你当外人，否则也不会跟你一起抢银行。陆明，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陆明盯着周月眼睛，沉默片刻，嘴角微微上扬。既然你执意要跟着我，有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了。陆明，你放心，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就跟小时候一样。小时候一样，比谁尿得远嘛。走吧，我们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聊。周月连忙跟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酒店门口。这就是你说的安静的地方？懒得找了，就这家吧。陆明和周月推开房门，只见房间内堆满了各种特殊的道具。陆明，咱们非得在这谈事情吗？你看这多安静，你叫多大声都不怕别人听到。我为什么要叫？你到底想干嘛？一会你就知道了。难道他想那个？可是我还没做好准备。就在周月愣神的时候，陆明一个手刀卡在他的后脖梗，周月两眼一翻，直接昏迷。陆明将他拦腰抱起，放在铺满玫瑰的大床房上。演习抢来的300万现金我给你放房间里了，不过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掺和的，安安稳稳睡一觉吧。等我收拾完虎爷，再回来跟你相亲。陆明亲了亲周月的脸颊。陆明坐在化妆台前，对着镜子，把自己化妆成了一个女人。系统奖励的神级化妆术确实逆天，如此轻松便可做到男变女。陆明变身女装，陆明走在街道上，望向天边犹如火烧云般的血色夕阳，暗暗陷入了沉思。我得想办法把虎爷给引出来，只有让他露头，才能有机会抓住他。此时，王语嫣挽着郑少东的胳膊，迎面走了过来。郑少，你说那陆明到底跑哪去了？执法者这么久都没抓到他。没抓到更好，虎爷答应要弄死他，他落执法者手里我还不乐意呢。虎爷？什么？虎爷可是咱们苍云市的地下皇，他居然会听令于你们郑家？那是当然，我们对他有恩，要不是我郑家收留了他，8年前他就得被执法者抓去坐牢了。虎爷的靠山是苍云3大家族之一的郑家，难怪执法者找他8年都没消息。就在陆明沉思之际，一位黑衣男子牵着一条狗从巷子中走了出来。那条狗看到陆明后，立马冲着他狂吠。汪汪！美女，不好意思，我家狗正处在发情期。马德，这狗怎么回事？让他找陆明，他给我找个女人。没事。郑少，郑少，这人是谁？别紧张，他是我妈让虎爷派来暗中保护我的。行了，你忙你的去吧，我还要约会呢，这边没什么危险。行，有什么事儿，郑少您随时打电话。陆明躲在角落，眯眼看着黑衣男子。郑少东，
王语嫣三人。郑家果然和虎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陆明这杂种，只要虎爷出马，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郑少，没想到郑家势力这么大，多亏我跟了你。那是不是我吹？郑少东话没说完，陆明抬手砍晕了他们两人。王语嫣和郑少东被绑在凳子上，两人悠悠醒来，挣扎着，惊慌失措地望向四周。这是哪？有没有人啊？救命啊！这时候，陆明把玩着水果刀，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省省吧，周围3公里都没人，你叫破喉咙也没用。美女，你谁啊？为什么抓我？陆明咧嘴看向王语嫣和郑少东。二位，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吗？你是陆明？我操，你怎么变成女人了？陆明走到郑少东面前。虎爷你认识吧？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救你。马德，这恐怖的压迫感，纣王又回来了。好，我打。纣王，您可千万别杀我，我还没结婚呢。虎爷走在街上，身后跟着几名混混。马德，陆明那小兔崽子到底躲哪里去了？找了半天，连个影都没看着。虎爷，苍云市就这么大，那小子肯定跑不了。找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时候，虎爷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喂，郑少，我正带兄弟们找陆明呢。您放心，今天我一定把他揪出来，剁碎了喂狗。虎爷，救我！三少爷，您这是？我被陆明绑架了，你快来，来晚了，被剁碎喂狗的可就是我了啊！虎爷拿着手机，一脸懵逼。三少爷，您说什么？陆明把您绑了？这怎么可能？现在全城执法者都在追捕陆明，他哪有功夫去绑三少爷？虎爷，千真万确，就在郊外大烂尾楼这，你快来救我啊！这小兔崽子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连三少爷都敢绑。虎爷，我求求你，就别说这些废话了，赶快来救我吧，不然他真把我剁碎了喂狗。他敢？好，三少爷您等着，我这就带人来救您。所有人集合，去郊区大烂尾楼救三少爷，顺带把陆明那小子给老子剁碎了。陆明收起手机，一脸玩味地看向郑少东。不错，你这小子倒是挺识趣。纣王，你让我做的我都照做了，咱俩也算是熟人了，要不干脆你就把我放了吧。在苍云市，我郑家势力大得很，以后你有什么需求，直接打电话招呼我一声就行。行，只要你揭穿郑家跟虎爷勾结卖白面，涉案人员跟虎爷去自首，我就放了你。什么？你怎么知道虎爷是毒枭的？陆明，不对，纣王，我跟这事情可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把我放了吗？你能帮我指证郑家包庇大毒枭虎爷的事吗？能，我可以帮你指证，只要你放了我，我什么都听你的，哪怕赔你。王语嫣，你他妈个臭婊子！你要敢指证，老子杀了你！呜呜！那你先给执法者打电话，说我在这，还说逃了8年的大毒枭虎爷也在。指挥中心，一名参谋神色慌张，手里拿着一份档案，来到总指挥面前。总指挥，陆明的直系亲属档案已经调出来了。总指挥坐在办公椅上，接过档案翻看，随即震惊的立马站起身来。陆明的父亲是8年前牺牲的缉毒英雄陆中，而且还是境外的卧底。什么？这怎么可能？原来这小子身世不简单啊，竟然是英雄之后。是啊，虎父无犬子，这也就能解释得通。这小子为何身手这么好了？不对，总指挥，什么不对？如果仅仅是英雄之后，陆明的档案最多是 C 级保密，你我都能查到 A 级的档案，可是怎么会查不到那小子的详细信息？总指挥，你的意思是陆明档案至少是 S 级绝密信息，所以我们才无权查阅 S 级绝密档案，外加一个英雄父亲，这个陆明的身上到底有多少秘密？总指挥翻看着手中的档案，真是难以置信，藏着这么多秘密的人，竟然在街头送外卖，外卖行业真是卧虎藏龙啊！就在这时，参谋长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喂，这里是指挥部，哪位？参谋长，我是王语嫣，我和郑少都被纣王挟持了，他让我叫你赶紧去抓他。什么？纣王把你俩都挟持了？这小子真把自己当悍匪了。王语嫣，你现在能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吗？我们在郊区大烂尾楼这边。好，我这就派人过去。你跟纣王说，有什么条件可以谈，千万不要伤害人质。不对，纣王抓了人质，又让人质打电话求援，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纣王还说，8年前的大毒枭虎爷也会到，让你们多带些人手过来。什么？大毒枭虎爷也会过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只听得嘟嘟声传来，电话早已经被挂断。参谋长惊愕地看着手机，连忙回拨过去，但对方没有接通。这个陆明真是胆大妄为，居然敢绑架人质，还招惹上了毒枭。我懂了，总指挥，你想说什么？陆明是陆中的儿子，陆中当年死在虎爷手里，他想借我们的手为他父亲报仇。总指挥，这小子也太阴了吧！不仅算计大毒枭虎爷，而且还把我们也算计上了。只要擒住了虎爷，你我一人一份泼天功绩在这，被他算计又何妨？总指挥，你这话说的没错，要是真能抓到虎爷，我们反而还倒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执法者大队全体集合，目标郊外大烂尾楼。此次行动无需带演习用弹，全部给我换成实弹，务必要抓到大毒枭虎爷。那陆明怎么办？他可是英雄的后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不能让英雄的血白流。是，总指挥。听到郑少东被绑架的消息，虎爷马不停蹄，立即召集小弟驱车前往郊外大烂尾楼。虎哥的电话突然响起：郑夫人，三少爷的事，我正准备向您汇报呢。你干什么吃的？我们郑家保了你这么多年，
少东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居然能让陆明这兔崽子绑走。郑夫人，您先别急，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一定将三少爷毫发无损带到您面前。如果少东出了什么意外，你也别活了。是，夫人。还有，我要让陆明死无全尸。我把他剁碎了喂狗。电话那头随即挂断。虎爷，咱们人在屋檐下说话都不硬气啊！别抱怨了，等干完这一票就回境外，那里才是咱们的广阔天地。太好了，给郑家当马仔的活，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了。等回了境外大本营，郑家算个屁，一样得靠咱拿货。那是，但时候谁不得看虎爷您的脸色？好了，当务之急先找到陆明这小子，我要让他喂狗。是，虎爷。王语嫣被绑在椅子上，可怜兮兮地看着陆明。纣王，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能不能把我放了？你有话说。郑少东点了点头。陆明将他嘴里的抹布拿掉。纣王，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因为你们郑家这些年做了太多破事，害了太多家庭妻离子散。笑话，这年头哪个有钱人不干点见不得人的事？能赚到钱才是王道。不好意思，老子偏偏就看不惯这些破人破事。纣王，我家有的是钱，你放了我，啥都好说。少特么废话，接下来你特么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虎爷来了不会饶你的，就你特么废话最多。王语嫣和郑少东拼命挣扎，陆明随手将两人打晕，抽出腰间手枪，安上消音器，转身上楼。总指挥一脸严肃地坐在椅子上，对于抓到大毒枭虎爷势在必得。荷枪实弹的执法队纷纷集结完毕，严整待发。总指挥，队伍集结完毕，请您指示出发。就在这时，总指挥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总指挥拿起电话，这里是指挥部，哪位？总指挥，我是周月。陆明他跑了。什么？他跑了？那虎爷呢？虎爷什么意思？你们不是在一块吗？昨晚我们在酒店，陆明打晕了我。留下300万现金就不见了，我怀疑他有事瞒着我。陆明绑了郑少东，想吸引虎爷过去。什么？他傻了吗？虎爷可是毒枭，杀人不眨眼。陆明他为什么这么做？8年前，陆明的父亲做境外卧底，被虎爷所杀。陆明的父亲是英雄。陆伯伯竟然是卧底，并且被虎爷所害，那陆明岂不是要找虎爷？周月，我们已经集合完队伍，马上就到郊外大烂尾楼抓虎爷，你赶紧回队里报道。电话突然挂断。周月，这丫头该不会找陆明去了吧？挂断总指挥电话以后，周月又通知了市局执法者过来酒店取现金。陆明，你这傻瓜，明明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告诉我？千万别出事，咱们还要相亲呢。周月收拾完毕后，带上手枪朝着郊外大烂尾楼而去。虎爷带着黑衣人和几个小弟来到了烂尾楼门外。你们2个给我绕到烂尾楼后面，防止陆明从后门逃跑。是。其他人跟我从正门进去，找到陆明那小子后，把他给老子剁碎了。是。2名混混绕着烂尾楼后门而去，其他人皆拎着枪跟在虎爷身后，一前一后进了烂尾楼。虎爷等人进了烂尾楼内，只见空荡荡一片，并没有看到陆明的身影，只有王语嫣和郑少东2人被绑在石柱上。你们2个过去，赶紧把三少爷和那女的给我放下来。是，虎爷。陆明，小兔崽子，你爹陆中就是老子杀的。今天老子来了，你要是个爷们就别躲躲藏藏的，有本事就给老子滚出来。2个混混将郑少东和王语嫣松了绑，在他们一番拨弄下，郑少东和王语嫣清醒了过来。三少爷，你醒了。郑少东转过身来，虎爷，你终于来了。陆明呢？你有没有干掉那小子？那小兔崽子知道我来了，当缩头乌龟躲着不敢出来了，跟他老子比起来差远了。想当年，陆中可是被狗子活活咬了半个时辰才咽气的。什么？被狗子活活咬死？这老秃驴手段够凶残的，哈哈！陆明这狗东西一再找我麻烦，完全不把我郑家放在眼里。今晚我要让他死无全尸。放心吧，三少爷，等抓到他，我剁碎了喂狗。啊，喂狗？怎么了？你舍不得吗？怎么会呢？我就是觉得喂狗太便宜他了，应该一刀一刀割下他的肉，慢慢折磨才有意思。哈哈，这个主意好，郑少你觉得呢？就按语嫣说的办，我要让陆明受尽折磨，生不如死。哎呀，太凶残了，人家好怕怕。少东，我们赶紧走吧。在王语嫣的提醒下，郑少东突然想起之前通知执法队的事，继续留在这里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倒不如让虎爷和陆明自相残杀。三少爷，车子就在外面，你先回家，别让夫人等急了。我解决完陆明再回。好，那就辛苦虎爷了。陆明，你完了。郑少东搂着王语嫣，手里拿着钥匙，一脸得意，正准备离去，突然枪声响了起来。虎爷和众混混听到枪声，立即低头蹲下身来。郑少东和王语嫣吓得一动不动。枪声过后，只见郑少东面部朝下轰然倒地。啊！救命啊！少东，他中弹了。王语嫣摸了摸自己的身体，再三确认自己没中弹，这才长叹了一口气。虎爷听到动静，神色慌张，低头跑到了郑少东面前。三少爷中弹了，这个陆明真够狠的，居然敢动郑家的人。虎爷，少东该不会没了吧？虎爷白了王语嫣一眼，随即伸手往郑少东鼻尖探了探，见有呼吸，这才放下心来。虎爷，三少爷都没了，郑家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要不咱跑路吧？
放心，三少爷没事，只不过睡过去了。虎爷，您这话我听不明白。你知道陆明这小子为什么躲着不敢出来吗？虎爷的名号谁不知道？肯定是怕了您呗。这小子没有实弹，用的是麻醉弹。麻醉弹，这小兔崽活腻了，看我不活剐了他！枪声是从楼上传来的，这小子肯定在上面。小的们，听我命令，上去弄死陆明。是。烂尾楼一处阴暗的角落，陆明正猫在这里。这个虎爷真不是个善茬，好在没让周月跟过来。陆明正低头擦拭着手里的枪，此时黑衣人和几位小弟爬到了楼上，正举枪找寻陆明的踪影。陆明，你爸当年就是老子放狗咬死的，杀父仇人就在眼前，有本事就出来弄死我！砰！这时候枪声再次响起，随即2个小弟直接倒地，在那儿！砰砰砰！众人举枪射击，只见一个黑影从地上滚了过去，一下子就没影了。打中没有？你自己过去看看。小弟蹑手蹑脚走了过去。大哥，人不在。话还没说完，又是2枪，小弟轰然倒地。你不是要把老子剁碎喂狗吗？有能耐就试试。狗东西，一把麻醉枪还敢嚣张？老子弄不死你！黑衣人举枪就朝着陆明射击，却被陆明如鬼魅般躲了过去。小子，躲来躲去有什么意思？有本事出来单挑啊！黑衣人一边喊一边朝楼下退去。就在这时，陆明突然来到了黑衣人的身后，举枪顶住他的后脑。老东西，枪是这样玩的。陆明，怎么可能？你刚才明明在前面。8年前的仇是时候报了。陆明将手指扣在扳机上，正准备开枪。陆明，你看看这是谁？就在陆明准备动手之际，身后传来了虎爷的声音。陆明循声望去，只见2个混混正压着周月走了过来。周月，你不是在酒店吗？怎么找到这来了？陆明，你没事就好。烂尾楼后门，周月马不停蹄地从酒店赶过来。周月看到门口的面包车，留了个心眼，随即往后门而入。陆明，你一定要活着！突然，从黑暗处，一把手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别动，把枪放下。烂尾楼内，周月被2个混混拿枪指住，完全没法动弹。陆明，我什么都知道了，你不该瞒着我，独自一人来找虎爷报仇的。报仇，陈年往事，终究是瞒不住。这时候，虎爷突然举枪顶在了周月的脑门上。好了，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有什么要讲的话，等到了阎罗殿再慢慢说吧。老东西，祸不及家人，是男人的话，赶紧放了他，有事冲我来。家人？原来陆明他早就把我当家人了。哈哈，家人真是可笑，老子孤家寡人一个，要什么家人？你连兄弟也不要了？只要老子有钱有势，还怕没兄弟？虎爷随即将枪头对准了黑衣人。今晚你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虎爷，我可是跟你几10年了，你不能这样对我。陆明脑海里突然响起来系统的提示音。丁，恭喜宿主获得悍匪值8688，您的悍匪总值为10748点，可消耗1瓦点悍匪值，随机抽取一项奖励，是否抽取？抽取。丁，恭喜宿主获得起死回生灵丹1枚，顾名思义，此丹药服用后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起死回生。起死回生灵丹，这他妈实在太逆天了吧！这不就等于多出来1条命了？老东西，罢了，咱们各退一步，一命换一命，你看怎么样？换，虎爷，赶紧换啊！兄弟，我还不想死啊！你他妈拿的麻醉枪而已，凭什么和我换？老子杀了他，再杀你！看好了，老子可是实弹！陆明朝着地面开了一枪，顿时火光四射，黑衣人吓懵了。好小子，有胆色，咱们换！随后，陆明和虎爷纷纷将人质放开，双方进行互换。就在周月即将靠近陆明的时候，虎爷突然枪头一转，瞄准陆明扣动了扳机。黑衣人和周月正进行互换，虎爷举枪对着陆明扣动了扳机。就在虎爷开枪的瞬间，周月扑身挡在了陆明的身前。枪声过后，眼看周月就要避过眼去，陆明将他搂到怀里，一声声的呼喊着。陆明横抱着周月，将他带到一处阴暗的角落。周月，你怎么这么傻？那可是实弹啊！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你应该告诉我的，我可以陪着你。傻瓜，那你也不能挡子弹啊！这些年你太苦了，怪我没主动联系你。为了我这样的人，值得吗？小时候你护着我，现在终于换我保护你了。陆明捂住了他的伤口，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周月被5名校霸欺负，陆明将他护在身后。赶紧把钱拿出来，不然揍不死你！我的钱都给你们了。这么点可不够，赶紧回去拿。我们没钱，她是女孩子，你们别为难她，有事冲我来。啊，你小子倒是挺有种，兄弟们弄他们！5个校霸一拥而上，陆明人小示威，很快脸上就挂了彩。校霸一脚踢倒陆明，转身又推倒了周月。陆明冲上前去，将周月紧紧护在身下。校霸们对着陆明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臭小子，你服不服？我不服。虎爷和黑衣人以及几个小弟躲在黑暗中。虎爷，现在怎么办？那娘们儿受伤了，现在正是干掉陆明最好的机会。你们2个赶紧上去把陆明干掉。是，虎爷。陆明，我快不行了，你快走，不然他们会杀了你。傻瓜，我怎么会扔下你独自离开？别傻了，我没救了，我不想你也。陆明打断周月的话，
别怕，有我在，耶稣都带不走你。我说的开玩笑，有系统奖励的起死回生灵丹在，怕什么？陆明，咱们还没相完亲呢，你一定得活下去。虎爷的电话突然响起，少东怎么样了？郑夫人，三少爷没事，等我干掉陆明，立马带三少爷回来。先别管陆明，执法者马上来了，你们赶紧跑路。是，夫人。电话挂断。虎爷，怎么了？这是个圈套，赶紧撤吧，一会执法者要来了。您是说陆明绑架郑少，就是为了把我们引过来，想要借执法者的手将咱们一网打尽？该死的陆明，居然敢算计老子！这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别忘了，他可是陆中的儿子，想当年陆中可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虎爷，咱们赶紧跑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咱有的是机会找陆明算账。弟兄们，撤！三少爷怎么办？咱们是去逃命的，哪管得了这么多？等执法者来了，自然会把他带回郑家，咱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是，虎爷。陆明，小兔崽子，今天算你命大，咱俩的账老子迟早会找你算，到时候我让你尝尝你爸当年被狗咬死的滋味。虎爷领着几个小弟扔下郑少东，回到烂尾楼前门，上了面包车就扬长而去。执法者马上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陆明，带我走。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周月笑了笑，一脸不舍地望了陆明一眼，随即痛晕了过去。系统，周月的伤势，起死回生丹能不能根治？死亡24小时内，起死回生丹皆可救活。得赶紧离开了，要是让执法者知道老子能起死回生，非得拉去切片不可。虎爷，你这老东西，我饶不了你。在执法者来临之前，陆明领着周月离开了烂尾楼，一排排警车呼啸而来，很快就停在烂尾楼门口。随即从车上下来20几个全副武装的执法小队，一小队听我命令将烂尾楼包围，二小队分成2组，从前后门分别进入。收到。参谋长一声令下，2个小队随即出动。总指挥，这次咱们一定要将虎爷等人一网打尽。不会这么简单，虎爷躲了8年，我们都没抓到他，这次不可能如此轻松。可是陆明都让人打电话过来了，他是英雄的后人，不至于耍我们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虎爷没准已经听到风声跑路了。难道有人泄露了消息？总指挥点了点头。怎么会呢？这次任务可是绝密，哪怕分局也不曾收到消息，难道有内应？想到这，参谋长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一名执法者急急忙忙跑来汇报，禀告总指挥，参谋长，烂尾楼没有看到虎爷。听到虎爷不在的消息，参谋长急得眉头紧锁。难道消息有误？虎爷没来，那陆明和周月呢？他们也不在，不过地上有血迹和弹痕，刚才应该发生过剧烈的火拼，而且有人负伤。有人负伤，该不会是陆明这小子吧？这个我们暂时没法确定，只能等化验科来检验才知道结果。还有其他别的发现吗？在案发现场，我们找到了郑少东和王雨嫣，还有4名小混混，他们都被麻醉枪打晕，另外4名混混带了枪。这几个混混该不会是虎爷的手下吧？好你个陆明，这是给我们送了份大礼。参谋长转头看向总指挥，周月和陆明都不在，虎爷又跑路了，演习咱们还要不要继续？演习继续，既然他们误打误撞能找到虎爷，继续下去，没准还会有新的惊喜。总指挥，您就不怕陆明这小子将苍云市统个底朝天？哈哈，我就怕他没这个能耐。通知官方媒体，全市通缉虎爷等人，务必要尽快将其捉拿归案，以免夜长梦多。您是怕他逃到境外？其他人等带回去好好审问。是，总指挥。总指挥拿出手机拨通了周月的电话，却没人接通。周月这丫头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周月可是特种作战出身，经验丰富，这样的小场面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您别担心，没准这回他和陆明又在计划着什么呢？但愿吧。总指挥随即陷入了沉思。执法队出动的消息到底是谁泄露的呢？就在总指挥沉思之际，突然传来了人质的大喊声，几名执法者正押着郑少东、王语嫣以及4个混混上车。你们抓我做什么？我他妈是受害者，要抓陆明去啊！是他绑架了我。这起案子涉及到了大毒枭虎爷，已经不单纯是简单的绑架案了，你们必须配合调查。虎爷？什么虎爷？我只知道陆明绑架了我。少废话，赶紧上车！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郑家3少爷。郑少东一脸不服气，正和一名执法者争执起来。总指挥和参谋长听到动静走了过来。不管你是谁，都得配合我们调查，这是规矩。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哼，别以为你们郑家罩了虎爷8年，就能神不知鬼不觉。他是怎么知道的？领导，我就是个普通人，可什么都不知情，我应该可以走了吧？是你打电话通知我们的。是纣王，那个陆明逼着我打的，我啥都不知道。啥都不知道？陆明为什么绑你？应该是垂涎我的美色吧。不瞒你说，我是陆明前女友，他对我一直有想法。满口胡言，全部带走，好好的审。是，参谋长。参谋长转身望向总指挥。总指挥，继续深挖下去，郑家肯定脱不了干系，您看是不是稳妥点？怎么了？你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区区一个郑家就吓着了。郑家在苍云市势力大得很，我怕惹到不该惹的人。只要是违法犯罪，不管是谁，一律不放过。是，总指挥。从烂尾楼出来后，虎爷领着小弟一路出头，很快就来到了一处码头附近。虎爷，前面就是码头了，只要上了船，咱们就能一路逃到境外，到时候天王老子也管不了咱。
开快点，别出什么意外。是，虎爷。运输的事一直由老八负责，这条路线只有他知情，但愿他嘴巴严实点。就在这时，突然警笛声四起，随即4、5辆警车停到了码头附近。警车停稳后，执法者从车上将老八压了下来。你说的码头是不是这里？就是这，上了船就能直通境外，中途会有人来接应。还有没有其他的路线？我只知道这里。执法者将老八押上车去，随后他们将此处完全控制。总指挥和参谋长坐在汽车后座。虎爷真的会从码头出逃吗？除了这，他没得选。希望执法小队及时赶到，时间上应该来得及。总指挥电话突然响起，接通电话。总指挥，老八招了，他是大毒枭虎爷的人，负责运输线路。还有呢？我们目前从他嘴里得知，有一座码头可以直通境外，这是他们的运输路线。什么？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堵住码头？现在吗？我们还在审老八呢。别废话，再磨蹭下去，虎爷没准跑了。是，总指挥。总指挥电话突然响起。总指挥，我们已经控制住码头，船长也被抓了，虎爷还没来得及出逃。很好，只要没跑到境外，就不怕他不出现，继续盯着。是，总指挥。总指挥挂断电话。这次多亏了陆明，要不是他提供的消息，咱们也不可能抓住老八。说不定他就是歪打正着呢。1次2次可以说是巧合，但是这一切都和虎爷有关，那就不是巧合了。您是说，陆明当外卖员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真正的目的是隐藏身份，打探虎爷的消息。你别忘了，陆中可是惨死在虎爷手里，那岂不是这一切陆明早就计划好了？陆明啊，陆明，你到底是何方圣神？我现在对你可是越来越好奇了。看到码头被执法者控制以后，虎爷气得脸色铁青。虎爷，老八出卖我们了，现在怎么办？去境外的路堵死了。好你个老八，真是活腻了，敢出卖老子，掉头先把尾巴除掉。虎爷一声令下，面包车随即原地掉头。尾巴，虎爷，咱们去哪儿除掉尾巴？弄死老八全家。这老八跟咱10几年兄弟呢，是不是太狠了？虎爷怒目圆睁，一把揪住黑衣人的领子。这就是背叛老子的下场，不服你可以试试。不，虎爷，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那就好，一会你来动手。我是虎爷。面包车顺着山路扬长而去。陆明抱着周月来到了情侣酒店，将他轻轻放在大圆床上。隔壁的吵闹声让陆明一阵头疼，他随手打开了电视。直接给这丫头吃起死回生灵丹嘛！周月如此爱美，衣服都被鲜血染红了，根本没法穿。要不……想到这，陆明突然想起自己扮女装时剩下的性感衣物。周月，对不住了，我来了。陆明劳累过度，沉沉睡去。周月吃下丹药后，终于悠悠醒来。周月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却看不见任何枪伤。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中枪没了吗？难道这就是天堂？周月掐了下自己，顿时一阵生疼。原来这不是梦，我居然还活着。周月朝身上望了望，顿时翘眉微皱。我的衣服怎么换了？怎么还穿黑丝了？周月侧身望去，只见陆明在一旁睡得正沉。难道陆明刚才……陆明，你是不是都看见了？陆明被揪住耳朵，疼得坐起身来。哎呦，疼！姑奶奶，你能不能松手？谁让你对人家那样了？我对你哪样了？我那是救你命，你知道吗？就算救命，也用不着换衣服啊！这家伙居然内衣都换了。我说我找服务员阿姨换的，你信不信？陆明为周月吃了起死回生灵丹后，正准备给她换衣服，转念一想，出门叫了女服务员过来。女服务员进来给周月换衣服，还给她擦拭了身体。收拾完毕，女服务员正准备离开。小伙子，你得爱惜女朋友啊！她不是我女朋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丫头来月事了，你不能这么干。女服务员说完开门而去。这得多大的瘾啊！衣服都红了。冤枉啊！我他妈啥也没干，好不好？这事一会儿再跟你算账。快说，我明明中枪了，伤口怎么突然没了？天机不可泄露。你……电视里播放晚间新闻报道。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晚间新闻，接下来插播一则紧急消息。陆明和周月停止了吵闹，同时向电视望去。以下罪犯为境外大毒枭团伙，8年前以虎爷为首的罪犯残忍杀害卧底陆中，如今被纣王用计引诱出来，请大家注意防范，提供线索奖励现金10万。陆明，陆伯伯是个英雄，我就是不甘心。放心，只要他没逃到境外，总会被执法者抓住的。不，我要亲手抓住他。虎爷贼得很，没那么好抓的，我都差点被……不，我知道他会去哪。去哪？他除了投靠郑家，别无出路，哪怕要跑路也得找郑家。接下来，咱们要做的就是将郑家搅得天翻地覆。听到晚间新闻的报道以后，虎爷气得一拳砸在了汽车玻璃上。该死的陆明，坏老子好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虎爷，现在满城通缉，咱们还去报复老八吗？这事先不着急，先躲躲风声，再想办法出去。那咱们去哪儿？郑家。在虎爷的命令下，面包车随即调转车头，朝着郑家郊外别墅而去。郑夫人坐在沙发上，管家站在旁边。夫人，张律师求见。让他进来。是，夫人。张律师随着下人来到郑夫人面前。张律师，
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夫人，小人都安排好了，该说不该说的他们都知道，保证不会牵扯到虎爷，尤其是郑家。另外，少爷24小时后就能出来了。好，很好，你下去吧。郑夫人吩咐管家，你找几个道上嘴巴严的弟兄，一定要找到陆明，将他做掉。是，夫人。随着晚间新闻的播报，网络上直接炸开了锅。参谋长拿着平板走到了总指挥面前。总指挥，群众对于纣王的表现反响很激烈。总指挥接过平板，我看看。视频下面，网友们纷纷评论起来。纣王想干嘛？他不是悍匪吗？怎么还把大毒枭逼出来了？这就是纣王魅力所在，他扮演悍匪是假，抓坏人是真。纣王，给个机会吧，我要给你生猴子。生猴子加1，生猴子加1。楼上你够了，赶紧滚粗！你们有没有发现纣王和卧底英雄长得很像呢？随着这条弹幕的出现，一时间大家纷纷发现了可疑。难道纣王是卧底英雄路中的后人？一时间，关于纣王身份的推断层出不穷，火爆了整个网络。总指挥，这样下去对陆明是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身份连你我都不知情，网络议论就议论呗，让子弹飞一回，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您是想通过网络发酵引起上面的重视，这会不会太冒险了？就这么办吧，既然还没人找到咱，这是等于默许，正好借陆明打击苍云市的黑恶势力。是，总指挥。总指挥和参谋长正讨论着陆明的事，突然一名参谋敲门走了进来。总指挥，参谋长，审问结果出来了，怎么样？挖到什么消息没有？郑少东和王语嫣嘴严得很，一口咬定他们是被陆明绑架，其他的一概不知情，电话也是被陆明逼着打的。另外4个混混呢，他们承认持枪伤人，其他一概不说。参谋汇报完以后离开了。总指挥，情况不容乐观啊！这不是意料之中吗？抓几个小喽啰没什么用，最重要是后面的大鱼。您是说郑家，可是咱们没有他们的犯罪证据啊。有一个人还在外面。陆明，您是说虎爷？对，如今他的退路被我们断了，除了郑家他别无选择。所以您想借陆明去引这把火？总指挥电话响起。周月，你俩没事吧？没事，好得很。虎爷的码头被我们控制了，现在人躲起来了。放心，陆明早就想到了，我们有办法逼他出来。告诉陆明，千万注意安全，别干傻事。电话随即挂断。这丫头当悍匪当上瘾了，陆明啊，成败就靠你了。陆明使用易容术和周月换成了郑少东和王语嫣的模样，两人肩并肩走在街道上。你这易容术也太神了，有机会教教我。叫怎么叫？我特么是气运之子，有系统加成好不好？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地标大厦楼下。地标大厦？咱们来这干嘛？郑家最大的非法赌场就在地下3层。什么？地标大厦地下居然有非法赌场？你是怎么知道的？别忘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外卖小哥，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不知道的。说话间，陆明眯着眼望着周月坏笑着。哪里的商 K 姑娘最亮？哪里的足浴店小妹手法最温柔？问我就对了，还有男模哦，你要不要？陆明，你混蛋，又没正经，不理你了。周月气呼呼往大楼内而去，陆明摸着下巴紧随其后。周月这丫头，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总指挥，参谋长，一位参谋拿着平白急急忙忙走了过来。报告总指挥，参谋长，天眼拍到郑少东和王语嫣在街道。在呢。参谋将平板递了过去。参谋长看完视频后，不由得眉头紧锁。郑少东和王语嫣不是在局里吗？怎么会？肯定是陆明和周月搞的鬼。他们位置在哪？他们5分钟前在苍云街道，随后进了地标大厦地下室。听我命令，执法者大队出动。这2人是陆明和周月假扮的。陆明，这次你会给我什么惊喜呢？地标大厦地下3层，一个隐秘的角落留有一座铁门，大门外有4、5个黑衣小弟看守。看到陆明和周月过来了，他们随即拦住了去路。这里是私人领地，赶紧离开。他妈的，仔细看看，老子是谁？黑衣小弟摘下墨镜，揉了揉眼睛，吓得直接跪在地上。三少爷，是我眼瞎，没认出您来，都是我的错。你特么地下室戴墨镜，能看清就怪了。你够了，别忘了咱们干什么来的。够了，带我们进去吧。谢谢三少爷。几位黑衣小弟带着陆明和周月进入了地下赌场。大厅内鱼龙混杂，乌烟瘴气，摆放着20多张赌桌，赌徒们正玩得起劲。看到郑少东来了，不少认识的赌徒纷纷起身打招呼。郑少好，好好玩，恭喜发财。嘿嘿，可不敢赢郑少的钱，有能耐尽管赢，反正不是老子的钱，抓紧乐呵吧。等会执法者来了，可就没机会了。陆明，别闹了，咱们赶紧出去通知总指挥。别急，先打听一下其他出口，外面有盯梢的，不然执法者来了，他们早跑光了。周月点了点头。陆明这家伙看上去一点不靠谱，办起事来却很老练。陆明看了一眼一旁的赌场负责人，打了个手势，对方随即点头哈腰过来。郑少，您有何吩咐？安全出口有没有什么问题？郑少，请放心，安全出口24小时有人看守，只要外面有动静，10分钟全场可以撤离。果然还有其他口子，还好小爷留了个心眼，带我去看看。是，郑少。在赌场负责人的带领下，陆明和周月来到了安全出口，门口有2个小弟守着。看到陆明来了，众人纷纷上前打招呼。
郑少，钥匙呢？在这呢。还有没有其他备用的？回禀郑少，除了这一把，就只有您有备用钥匙，这是您之前特别交代的。好，很好，你他妈真是个人才，为郑少效劳，这是应该的。这个郑少东倒是帮了我大忙。陆明随即将钥匙插入，打开了大门，随后拉着周月走了进去。郑少，您这是？老子试试逃生通道安不安全？要不要我赔？还没等赌场负责人说完，只听得砰的一声，陆明一把将门给关了。众人顿时一脸懵逼，半晌没人说话。郑少正是体谅兄弟嘛，居然亲自前来试逃生路线。弟兄们，为了郑家，为了郑少，雄起！雄起！众人刚得意没多久，突然有小弟急匆匆前来报告：老大，不好了，执法者到了！慌什么？咱不是有安全出口吗？你赶紧把门打开。钥匙呢？完了，钥匙被郑少带走了。执法小弟快速解决完门口盯梢人员，随后破门而入。没多时，全副武装的执法者破门而入，将赌场团团围住，不许动！所有人马上抱头蹲下。完了，BBQ 了！来的时候好好的，出不去了。好啊，地标大厦地下居然藏着这么大的赌场！一名执法者将赌场负责人带到执法队长面前。队长，这就是地下赌场的负责人。说你背后的老板是谁？冤枉啊！我啥都不知道啊，就是个打工仔，还敢嘴硬！你自己一人抗了，那可是重罪，等着吃牢饭吧！我真的是打工仔，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看你到了局里还嘴不嘴硬！我真的就是个打工仔，郑少才是幕后的老板。你是说郑少东？对，刚才郑少还带着女友在这呢，刚走不久，你们就来了。他怎么出去的？就是从这走的，唯一的钥匙也被带走了，不然我们也不会被抓。执法者队长望着安全门，满脸震惊。陆明这小子真是够鸡贼的，让他扮演悍匪真是屈才了。郑夫人坐在沙发上，正低头喝着茶。虎爷领着黑衣人两人站在沙发面前。码头被执法者控制以后，虎爷没法逃到境外，加上又被执法者全程通缉，完全没有了去路。于是他只能来到郑家寻求庇护。夫人没有及时干掉陆明，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问题，要怪就怪这小子太狡猾了。夫人请放心，我迟早剁碎这小子喂狗。我已经安排其他人出手了。是夫人，那我放心，我自有安排。你先去避避风头，8年前我郑家能保你，现在一样可以。多谢夫人，他日一定报此恩情。好了，你先退下吧，我还有大事要忙。虎爷点了点头，领着黑衣人退了出去。夫人，三少爷马上可以出来了，我这就安排人去接。不必了，我要亲自去接少东。是，夫人。郑夫人上了车，朝着市局方向而去。地标大厦门口停满了执法者的车子，随着赌场被端，顿时引起了周围的群众围观。陆明躲在人群后面，看着郑少东的赌场被端，众混混和赌徒被执法者带走，微微眯眼。虎爷啊，虎爷，老子就不信你不露头。他的眼神里这是杀气吗？怎么会呢？陆明他只是个普通人啊。陆明，你怎么了？没什么，赌场被端了我高兴，只要把郑家逼急了，不信虎爷不出来。你就不怕他吗？他可是大毒枭。大毒枭又怎样？老子干的就是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陆明转过身去，一边走着一边低头用手机编辑短信。总指挥，郑家最大的地下赌场已经被端了，接下来郑家必定会报复，虎爷用不了多久自然会主动露头。发完短信后，陆明收起手机，带着周月走入一条没人的小巷，两人很快恢复了本来面目。陆明，能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吗？怎么着，迷上我了？才不是，人家只是想了解你而已。没有我的这些年，你应该吃了很多苦吧？好啊，换个地方，我慢慢跟你说。陆明拉起周月的手，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小巷。24小时的看守时间已到，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郑少东和虎爷有瓜葛，郑少东和王语嫣被释放。市局看守所外面，郑夫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夫人，少爷出来了。哼，在苍云市还没有人能欺负我郑家。两名执法者将郑少东和王语嫣放了出来。我们可以走了吗？根据规定，24小时关押时间已到，你们自由了。太好了，谢谢。语言，你谢他们做什么？无凭无据的，难道他们还敢一直关着我郑少吗？那是，郑家可不是谁都能惹的。记住了，在苍云市我郑家势力滔天，区区看守所又奈我何？还不是乖乖放我出去，憋了老子一晚上了。现在我火气大得很，走，我带你乐呵去。讨厌，郑少，你妈在呢？我妈。郑少东转身望去，发现郑夫人已经等候多时。郑少东带着王语嫣往汽车靠去。妈，您来了，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先上车，咱慢慢说。啊，您一定要将陆明这小子碎尸万段，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郑夫人点了点头。就在郑少东脚刚跨上车的一瞬间，几个执法者冲了过来，直接将郑少东按倒在地。你们想干什么？关押时间到了，你们凭什么抓我？就凭你私设赌场，聚众赌博。什么？私开赌场？冤枉呀！我没有。执法者将郑少东放了以后，
突然接到电话，郑少东私开赌场，证据确凿，立即逮捕归案。是，总指挥。这位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郑家可是一直安分守己，不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地标大厦的赌场已经被端了，赌场负责人亲口承认，郑少东就是幕后老板。什么？地标大厦赌场被端？好了，郑少东、王语嫣，你们两个涉嫌私开赌场，请配合调查。这位同志，这事跟我没关系，我啥都不知道啊。少废话，你俩蛇鼠一窝，谁都逃不掉。随后，2名执法者将郑少东和王语嫣押走。妈，你一定要救我啊！我不想吃牢饭，肯定是陆明，肯定是这小子搞的鬼，你一定不要放过他。郑少东和王语嫣被带进看守所，望着郑少东离去的背景，郑夫人顿时脸色铁青。到底是谁干的？敢跟我郑家为敌，真是活腻了！赶紧通知小李过来，我要看看到底谁敢跟我郑家作对。是，夫人。管家随即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总指挥抿了一口茶，正陷入沉思，参谋长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总指挥，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值得你这个参谋长这么兴奋？这次端了郑少东的地下赌场，缴获赃款足足有2000万有余，这是咱苍云市有史以来最大的赌博案件，这下咱们立大功的。区区一个赌场而已，就把你高兴成这样，背后的大鱼可还没咬钩呢。您是说虎爷和郑家？只有将虎爷和郑家连根拔起才有效果，不然抓了他一个郑少东，还有第2个、第3个冒出来。参谋长陷入了沉思。参谋长，刚才陆明给我发短信了。参谋长目光炯炯看向总指挥。总指挥，陆明他说了什么？他说断了郑家的地下赌场，郑家必定会报复。他想借机把虎爷引出来，将他们一网打尽。什么？这小子真是胆子大得很，我都搞糊涂了，到底谁才是悍匪？这一切都是陆明送过来的大礼，传我命令，演习结束，我们失败。总指挥，要是我们认输，对上面不好交代吧？一切后果由我承担，认输的事先不声张。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全力配合陆明，打击违法犯罪，护他周全。是，总指挥。陆明啊，陆明，你们在前线冲锋陷阵，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啊！望着头顶情侣酒店4个大字，周月瞬间一脸无语。陆明，咱们怎么又来酒店？你没完没了是吧？咋了？这里环境多棒，你不满意吗？别忘了咱们还在逃难，任务都没完成呢。你脑子里就天天琢磨这点破事。冤枉呐！我只是想好好睡一觉。你都想睡觉了，还说没动坏心思？睡觉都不能提了，我又没说一起睡。真是够了。我妈说的没错，男人果然都一样，只有挂在墙上才会老实。哼，枉我还替你挡子弹。说完，周月向酒店大厅走去，随后就传来他说话的声音：你好，给我一间大床房，带浴缸的。听到这话，陆明一脸懵逼。卧槽，嘴里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你人果然都是口是心非啊。郑夫人坐在沙发上，抿了口茶，不怒自威。管家在郑夫人旁边坐着，沙发对面，一个年轻人正埋头敲击着电脑键盘。夫人找到了赌场的监控视频，您看。小李将电脑递到郑夫人面前，郑夫人看到屏幕上的郑少东和王语嫣，不由得眉头一皱。少东当时不是被抓了吗？怎么会？夫人，您看时间都对得上，就是今天上午的事。怎么会呢？难道是有人假扮的？难道是陆明？想到这，郑夫人顿时眼睛一亮。小李，你赶紧查一下陆明这小子的信息，我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是，夫人。小李随即在键盘上敲打起来，不过看着屏幕上的 S 级别设密，顿时震惊的不行。怎么回事？夫人，这家伙的信息居然是 S 级别设密。什么？难道是上面派下来调查我郑家的？没道理呀！为什么没有一点消息我就能攻破？这次不比攻破指挥部的系统，恐怕得费点时间。抓紧。是，夫人。情侣酒店，周月率先走了进去，随手打开电视，躺在床上打滚。大圆床就是舒服，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刚才不是不让提睡觉的事吗？去，说你几句就不乐意了，一点不大气。我尼玛，你这丫头！这时候，周月坐起身来，指了指旁边的浴缸。陆明，你先洗还是我先洗？陆明望着周月坏笑着，气氛都到位了，要不然一起吧。陆明，混蛋！陆明一个潇洒的侧身躲了过去。下面插播一则紧急消息：今天上午，我市执法队破获一件重大赌博案件。据官方消息称，提供赌场位置的是在逃劫匪纣王，地下赌场的幕后老板是郑少东，累计缴获赃款2000余万。小男人得意了吧？你又长脸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那你在乎的是什么？陆明转过身来，深情款款望着周月。其实我只在乎你。郑夫人坐在沙发上，旁边站着一位管家。沙发对面，小李正埋头敲击着电脑键盘。夫人，终于攻破了，我查到了陆明的信息，您看。小李将电脑递到郑夫人面前。郑夫人看到屏幕上的陆明身着军装，顿时怒目圆睁，满脸震惊。随着一行行介绍映入眼帘，她不由得嘴角抽搐。这个陆明果然有点东西，真是隐藏的够深的，难怪这么难对付。突然，电脑屏幕开始剧烈的闪烁，随即黑屏。怎么回事？夫人，这个陆明的身份是 S 级别设密，我们被上面发现了。
发现就发现了，你慌什么？以前官方的网络又不是没少侵入。夫人，这次不一样，咱们被精准定位了。郑夫人气急败坏，甩了小李一巴掌。怎么这么不小心？谁让你查的？不是您让我查的吗？我让你去死，你去不去？郑夫人沉默了片刻，随即拨通了虎爷的电话。夫人，您找我。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夫人尽管说，我一定照办。帮我干掉陆明。陆明，可是我被满城通缉，没法动手啊。这小子端了我郑家的赌场，又抓了少东，老娘咽不下这口气，必须除掉他。可是干完这一票，我立马安排传你去境外。是夫人，我一定将陆明碎尸万段。郑夫人摆了摆手，示意管家过来。赶紧安排船。胡爷还没干掉陆明呢，夫人，您这是？苍云是不能待了，得赶紧去境外避避风头。那虎爷怎么办？养了他这么多年，是时候为我郑家做点什么了，别磨蹭了，赶紧去安排。是，夫人。司令，您找我。苍云市郑家有人侵入指挥系统，他们想干嘛？活腻歪了？为了调查陆明的信息。陆明是我们的人，你们一定要护他周全。是，司令，这个陆明果然身份特殊，连总指挥都惊动了。现在听我命令，严查郑家，敢侵入指挥系统，绝不轻饶。是，绝不轻饶。这么说来，上次虎爷出逃也是郑家泄密的。总指挥，这个郑家真是胆大妄为，居然侵入指挥部系统。这样正好，我们郑仇没机会找他们麻烦呢。他们倒是主动送上门来了。也对，将他们统统抓住，不怕审不出来。倒是陆明，没想到他居然是特种队的人，而且还惊动了司令，真是意外啊！陆明凭一己之力指挥周越，轻松避开执法小队的包围，这样的身手，其实我们早就该想到了。是啊，真是误打误撞，也不知道周越怎么找到的陆明。也罢，接下来看我们的了。现在听我命令，立刻集结队伍，目标郑家别墅。是，总指挥。随着新闻的播报，关于陆明的视频瞬间火爆了整个网络。一条陆明举报郑家地下赌场的视频引来网友的热烈讨论。纣王太牛了吧，让你当悍匪，你随手找到失踪8年的大毒枭，现在又破获郑家地下赌场。别叫他纣王，他叫陆明，是英雄的后人。好感动哦，老英雄守护完我们，现在他的后代又在护我们周全。呜呜，想哭怎么办？那就一起哭吧！敬英雄陆中，敬悍匪陆明。郑家真是坏透了。是啊，不过有执法者在，他们一定会将郑家绳之以法。你看，网友们都夸你是英雄的后人，对你的做法都很赞赏呢。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虚名。这虫好软啊！你这人怎么回事？老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哼，难道这世上就没值得你打起精神的事吗？当然有。那是什么？你凑耳过来，我再告诉你。周越一脸懵逼，随即靠近陆明嘴边。就是这个。话刚说完，陆明低头吻住了周越的红唇。郑夫人坐在沙发上，满脸愁容。她想不到小小一个陆明会将苍云市搅得天翻地覆，逼着她出逃境外。管家突然走了进来。夫人，一切都准备好了，咱们什么时候走？立即出发。那这些家当怎么办？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身外之物？那三少爷，少东的事可大可小，至少不会吃花生米。只要人还在，以后有的是机会操作。是，夫人。赶紧出发吧，咱们没多少时间了。郑夫人随着管家上了一辆豪车，车子正准备启动。所有人赶紧抱头下车！你们想干嘛？我们郑家一向本本分分，可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凭什么？就凭你们郑家私开赌场，入侵指挥部系统，危害国家安全，这还不够吗？我要找律师。那是你的自由，但是现在你必须跟我走。执法队长一声令下，执法者将郑夫人几人通通带走。临行前查封了郑家别墅。虎爷，我郑家养了你8年，接下来是你报恩的时候了，一定要除了陆明。听到郑夫人被带走的消息，虎爷气得一脚踢翻了一旁的桌子。虎爷，夫人都被抓了，咱们还能去境外吗？去，当然要去，但是陆明也要除掉。可是咱们被全城通缉，到哪儿去找陆明？把他家人保了，我就不信他不出来。这样一来，咱们也没活路了啊！我们保了英雄的家属，还怕执法者不妥协吗？虎爷威武，到时候让他们准备船只，咱们可以跑路。赶紧去准备，一会免不了一场大战。陆明，这一次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家人活活被狗咬死的场面。虎爷和几个弟兄做完动员后，带着大黑狗直接驱车前往陆家方向。陆明和周越肩并肩躺在床上，周越的脸红彤彤的。陆明，我好久没见过阿姨了，等这次任务结束，我要好好尝尝阿姨的手艺。怎么了？咱们还没相完亲呢，你这就等不及见未来婆婆了？讨厌，又没正经了。咱俩是邻居，不相亲我就不能上门蹭饭啊？行，当然行，晚上住下来都行。臭陆明，我不理你了。不理我啊？刚才你不是挺主动吗？说完，陆明一把推倒了周越。就在两人打闹间，陆明的电话突然响起。陆明拿起手机，
总指挥坐在椅子上悠悠地喝着茶。总指挥，郑家一干人的已经全部捉拿归案。好在执法小队及时赶到，不然他们逃到境外，你我就没法跟司令交代了。是啊，不过并没有找到虎爷，难道这家伙逃到境外了？全城封锁，郑家又被端了，他插翅难飞。接下来咱们怎么办？郑家已经被端了，虎爷下落不明，周月和陆明还在出逃呢。陆明这小子是上面的人，肯定和司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让他继续冒险了。总指挥沉思了片刻，随后拿定主意，通知周月，演习结束，接下来全城布控，一定要抓到虎爷等人。是，我这就通知周月。随后，参谋长拨通了周月的电话。周月，我是参谋长，你们在哪？演习结束了，你们赶紧回来报道。参谋长，虎爷绑了陆阿姨，正逼着陆明过去找他。什么？虎爷露头了？总指挥，虎爷绑架了陆明的母亲，正逼陆明就范。赶紧让陆明和周月回来，剩下事交给执法小队。是，总指挥。周月，我先命令你们赶紧回来。参谋长，陆阿姨看着我长大的，我不能不管她。还有，虎爷有条件，他让码头的执法队退走，还要给他准备船只。周月，电话挂断，只听到嘟嘟的声音。参谋长气得怒拍桌子。这个周月也是老兵了，一点规矩不懂，居然敢抗命。好了，这件事情有可原，当务之急先找到他们的位置，千万不能让陆明出什么意外。参谋长看向总指挥，终于气消了下来。马上按照周月说的去办，准备好船只，执法队撤退到码头周围，别让虎爷发现。是，总指挥。在总指挥的命令下，执法小队将准备工作安排妥当。总指挥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司令，我有事向您汇报。陆明开着车，满脸怒容。周月在副驾驶坐着。刚才指挥部打电话过来了，让我们立即回去报道。我妈都被绑了，他们凭什么让我回去？所以我拒绝了。陆明，你别担心，陆阿姨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虎爷这个杂种，8年前害死我老爸，如今又敢动我老娘，我陆明一定不会放过他。陆明脚下油门一踩，汽车疾驰而去。陆明开着车，满脸怒容。周月在副驾驶坐着，沉默不语。陆明和周月正在床上打闹，忽然电话响起。陆明拿起手机，喂，老妈，我正和周月在一起呢。儿子，快逃！虎爷他要对付你。妈，陆明，小兔崽子，你老娘在老子手里，识相的就赶紧来郊外码头，记着让执法队准备好船只，然后全部退走，否则等着给你老娘收尸吧。老东西，有什么事冲我来，放了我吗？你这小子把郑家端了，断了我的退路，把老子害惨了，咱们新仇旧恨今天一块算。老东西，我饶不了你，有能耐试试，老子就在码头等你。电话挂断，周月轻轻握住陆明的手。陆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谢谢你，周月。虎爷等人驱车来到了郊外码头，几人将陆母反手压着下了车。负责布控的执法小队已经退到不远处的山头上。黑衣人指了指码头边的船只，虎爷，你看，船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手脚倒是挺利索。太好了，有了船，咱们就能顺利逃到境外了。赶紧去检查一下船有没有问题。是，虎爷。黑衣人招手示意2个混混过来，你们2个赶紧上船，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是，陆明，接下来就看你小子敢不敢过来了。你这个该死的大毒枭，8年前害死我南然，现在又想害我儿子，你不得好死！嘿嘿，陆中这家伙断我财路，死了活该。至于陆明这小子更可恨，你们害了多少无辜百姓，家破人亡，迟早遭报应。老子就算死，也要拉陆明当垫背的带下去。黑衣人将陆母拉到一边，2名混混从船里出来，来到虎爷面前。虎爷，我们检查完了，船没有问题，油箱也是满的。好，很好。虎爷，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等陆明这小杂种过来再说。陆明啊，陆明，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郊外码头，虎爷等人押着陆母站在船头，陆明和周月下车站在码头。虎爷，陆明这小子来了。陆明，你倒是挺有胆量，单枪匹马就敢过来，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小子，口气倒是挺大，一会有你哭的时候。虎爷一招手，黑衣人随即将陆母推了过来，虎爷直接掏出枪顶在陆母的脑袋上。陆明，你看看这是谁？儿子，别管我，带周月快跑！你俩好好的，我就知足了。陆阿姨，虎爷望了一眼周月，满脸震惊。你这丫头倒是命大，中了老子一枪，居然还活着。老东西，赶紧放了陆阿姨，有什么冲我来。周月，别闹，你去通知总指挥，这里交给我。可是我不想你独自冒险。好一对苦命鸳鸯，今天老子让你们有来无回。说话间，虎爷抬枪就向周月射去。陆明见状，一把将周月扑倒，随即拉着他躲在汽车后面。周月和陆明蹲在汽车后面。周月，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陆明，你又救了我一次。你没事就好，你老实待在这，剩下的交给我。虎爷手段凶残，我怕你出事，我要保护你。你觉得凭我的身手还需要你保护吗？陆明，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什么身份？
等过了这一关，我一字不落全告诉你。周越眨巴着眼睛，乖小弟点了点头。执法小队望着码头方向，跃跃欲试。队长，陆明和虎爷火并起来了，咱们要不要支援？执法小队队长摸着下巴陷入沉思。电话突然响起，接通电话。执法小队听令，是，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出动，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一定护陆明周全。重复一遍，立即出动，不惜一切代价护陆明周全。电话挂断，执法队队长转身召集队伍，全体集合，目标郊外码头，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护陆明周全。是，队长。总指挥一声令下，执法小队向着码头方向全体出动。郊外码头，陆明和周越躲在汽车后面，虎爷一把挽住陆母的脖子，一手拿枪盯着他的太阳穴。你们两个赶紧将陆明干掉。是，虎爷。随后，两个小弟举着枪慢慢向周越和陆明逼近。虎爷故意在身后对陆明进行心理战。陆明，你赶紧出来，不然我将这老婆子干掉。老东西，赶紧投降，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哈哈，大不了就是一死，老子临走也要拉几个垫背的。两个小弟举枪朝着汽车射击，顿时火光四射，汽车被打通几个口子。汽车后面，周越一脸担心。糟糕，这是穿甲弹，怎么办？陆明，我手里的是麻醉枪。陆明犹豫了片刻，随即拉着周越往一旁的草堆里滚去，两人混混枪射击，却没有打中周越和陆明两人。两个没用的东西，这都能让人跑了。草丛里，陆明和周越长松了一口气。刚才好险，差点就……就在这时，突然警笛声四起，随即5辆警车呼啸而来。执法小队从车上下来，举枪就朝着两个小弟射击。两个混混随即被打成了筛子。黑衣人见状，急忙躲到陆母身后。虎爷，执法小队来了，咱们赶紧撤吧。陆明，算你小子命大，赶紧撤！执法队长举起大喇叭大喊。船上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赶紧投降！老子手里有人质，你们再不退下，老子崩了他！队长，怎么办？放他走，他手里抓的是陆明的母亲，赶紧看下陆明怎么样了。陆明这时候从草丛里走了出来，虎爷开着船已经走远。陆明，我们奉总指挥的命令前来保护你。我没事，海面上有没有布控？有，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要等总指挥过来才知道。这个老东西到了海上就不好出手了，怎么办？就在这时，警笛声再次响起，一排排警车随即停在码头。陆明一脸好奇地望了过去，只见总指挥和参谋长从车上走了下来。陆明啊，陆明，你可是把我们执法小队耍得团团转啊！你是？这是我们执法队的总指挥，我是参谋长。总指挥，幸会。陆明伸手和总指挥握了握。郊外码头，陆明和总指挥等人面对面站立。总指挥，参谋长，周越前来报道。好你个周越，不动声色就找到陆明这样的好帮手。总指挥，陆阿姨被绑走了，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我已经安排海上执法队布控，准备海上抓捕。海上抓捕？怎么抓？虎爷可是亡命之徒，而且他手上有人质，逼急了他撕票怎么办？他没这个胆子。他没这个胆子，他可是毒枭，什么事不敢干。上次我就中枪了。你中枪了？总指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好了，别吵了，听听陆明的想法。陆明拖着下巴，正在低头沉思。总指挥，有没有这片区域的地图？有，将地图拿过来。一名执法者将地图交到总指挥手里。陆明，你有什么想法？陆明将地图打开，摆在引擎盖上。陆明在地图上随意比划了几下。我想找合适的狙击点。狙击点，连到你想。你们应该调查过我吧？别忘了，这可是我的强项。陆明，你……海面上，虎爷带着陆母等人已经顺利出逃。虎爷，刚才真踏马险，再晚一点，咱们就走不了了。咱们手里有人质，怕什么？可是他们要是派狙击手前来，我们不就成活靶子了吗？放心，海面颠簸，风力又大，再厉害的狙击手都没这个能耐，除非什么？除非那位传说中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的特种兵亲自出马。不过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呢？等过了这片海湾，马上就到公海了，到时候就没人管得了我们了。踏马的总算要自由了。虎爷，他怎么办？剁碎了喂狗。是，虎爷。郊外码头，总指挥听了陆明的计划，忍不住浑身颤抖。先等等，这件事我没法拍板，我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总指挥随后拨通了司令的电话。司令，虎爷绑架了陆明的母亲出逃海上，陆明想远程击击，就按陆明说的办。这可是在海面，不可控因素太多了。这种事陆明不是第一次干的，要是发生意外，一切后果由我承担。是，司令。灯塔顶上，陆明和周越趴在地上，前方摆放着一把 M40 3狙击步枪，周越拿着望远镜靠在左侧。陆明，你真要远程狙击？虎爷是个亡命之徒，他不会轻易就范，除了将其击毙，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可是你真的有把握吗？这种任务我执行过很次了。山坡上，一名毒贩正向边境出逃。陆明，距离1800米，你有把握吗？没问题，这个距离不是第一次了。还有10米不到就跨过边境了，别犹豫了。1800米，5点钟方向，风速每小时4英里。陆明随即扣动了扳机，前方的敌人在奔跑中轰然倒地。真的做到了，
太神了！等他们到了海湾附近20海里处，就是他们的死期。为什么选那里？因为那里海面会有短暂的平静，不会出意外。你哪里学的这些？而且，司令怎么会护你？我记得他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惹，你自己看。周越满脸狐疑，接过证件，顿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你就是那个神秘的8000特种部队的总教头？正是在下。国际特种大赛屡次获奖的也是你。怎么，不像吗？好你个陆明，老实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你睡觉流口水的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陆明，我饶不了你。渔船上，虎爷和黑衣人站在船头。过了这片海湾就到公海了，不怕他们追了。终于自由了。将这娘们儿剁碎了，扔到海里喂鱼。是，虎爷，我这就去办。渔船上，虎爷站在船头，一脸得意望着远方。他的身后，陆母半跪在地上，黑衣人拿着刀缓缓向他逼近。老娘们儿，这片海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你们坏事做尽，不得好死。笑话，出了这片海域，天王老子也管你了我。陆母望着黑衣人慢慢靠近，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可是他却无能为力。老陆，咱们儿子长大了，有出息了，我没有辜负你的嘱托，我这就来陪你。老娘们儿，受死吧！说话间，黑衣人举刀向陆母脖颈上扎去，陆母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黑衣人脖子被打烂，随后轰然倒地。陆母见状，忍不住惊呼起来：“怎么回事？对付一个娘们儿还磨磨唧唧的。”灯塔顶上，陆明和周越趴在地上，前方摆放着一把 M40 3狙击步枪。陆明右手托着枪，脸靠着枪把，眼睛贴在瞄准镜上。周越拿着望远镜靠在左侧。陆明，他们要对阿姨动手了，你有把握吗？接下来看我的吧。可是，如果打偏的话，陆阿姨……放心，我有把握。随后，陆明望向瞄准镜，手指搭在扳机上。目标距离我方2000米，4点钟方向，风速每小时6英里。陆明随即扣动了扳机，船上的黑衣人被打中了脖梗，轰然倒地。打中了！陆明，你太神了！还没结束呢。陆明深吸一口气，再一次扣动扳机。虎爷回头一看，见黑人倒在血泊里，不由得浑身颤抖。狙击手怎么可能？难道是陆明？虎爷反应过来，随即蹲下身，但是子弹早就打在他的脑袋上，他的身体随即重重地摔在地上。总指挥和参谋长正拿着望远镜盯着虎爷的渔船。黑衣人和虎爷被打中了，人质毫发无损。陆明，他真的做到了，足足2000米的距离啊！这个陆明真是太神了，不愧是8000特种作战部队的总教头，这种事也就他能做到。总指挥深吸了一口气，稍微平复下心情，随即大手一挥，危险解除，即刻出发解救人质。是，总指挥。灯塔顶上，陆明和周越趴在地上，前方摆放着一把 M40 3狙击步枪。陆明右手托着枪，脸靠着枪把，眼睛贴在瞄准镜上。周越拿着望远镜靠在左侧，两声枪声过后，黑衣人和虎爷轰然倒地，永远的闭上眼睛。周越见状，激动的跳了起来，陆明也跟着站起了身。你真的做到了，太棒了！哪里棒了？这只是常规操作，我还有更厉害的，以后跟结婚了你就知道了。讨厌，谁要跟你结婚了，也不害臊。我不管，反正我这辈子就赖上你了。面对陆明灼灼目光，周越害羞不已，急忙岔开话题。别闹了，咱们去看陆阿姨吧。不急，咱们还有事情没做完呢。什么事？就是这个。陆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早间新闻报道，我市破获一起重大案件。8年前在逃的大毒枭虎爷，在逃亡过程中被当场击毙，令郑家为虎爷等人提供庇护，并且有生意来往。现郑氏集团已被查封，相关人等皆被批捕。小明啊，虎爷被击毙，你爸的大仇已报，现在你得想想自己的事了。放心吧，妈，我这就把周越带回家。那你穿外卖服干啥？送外卖啊，周越就喜欢我穿这身。你就逗你老娘吧，反正我这辈子没别的指望了，就希望你赶紧给老陆家生几个大胖小子。生几个？这事我做不了主，你得问周越。你小子，人姑娘还没同意呢。嘿嘿，早就是我的人了。随后，陆明骑上电动车扬长而去。陆明穿着外卖服，急匆匆闯入银行大厅。今天他不是来送外卖的，而是过来相亲。银行女职员抬手拦住：“先生，不好意思，外卖不能送进银行，请放外面柜台上。”我不是来送外卖的。大厅内，周越头戴鸭舌帽坐在长椅上，身边放着个挎包。他深吸一口气，随后掏出一个白狐面具戴在脸上。第一次当劫匪，还真有点紧张。周越从挎包中拿出一把手枪，咔嚓一声上膛，将枪口对准天花板。那您是来办业务的，请到旁边排队。我也不办业务。那你来干嘛？我是来相亲的。相亲？银行经理听到动静走了过来。这个剧情咋这么熟悉？你是纣王？就在这时，枪声突然响起，周越戴着狐狸面具，腰间挎着包，持着手枪。都听好了，我只抢银行的钱，只要你们乖乖配合，我保证你们都活着回家。周越将枪扔给了陆明，陆明举着枪向天花板射击。我是纣王，所有人听我命令，统统抱头蹲下。不是，你们还来？银行大厅内一片死寂，所有客户和职员都抱着头蹲在地上。
不是，陆英雄、周警官，您二位这又是唱的哪出啊？演习不是结束了吗？虎爷都伏法了。就是，全是直播都关了。陆明和周月对视一眼，突然同时笑出声。不好意思啊，各位，演习彩蛋，突击测试一下大家的应急反应，看来效果不错，都很镇定。没错，刚才爆头动作最标准的前3位，待会儿可以找这位经理登记，领取由纣王有本事执法局赞助的最佳市民演习参与奖一份，奖品是高级防诈骗手册1套加超市代金券。陆英雄，您可真会玩，下次提前打个招呼行不？我这小心脏。陆明和周月并肩走出银行门口，总指挥和参谋长不知何时已站在一辆轿车旁，笑望着他们。好小子，2000米移动靶，一枪毙敌，人质毫发无伤。这报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的，足够震撼。蒋银行演习让你完成了缉毒扫黑实战，还把总教头的身份给演出来了。陆明，你可是把我们所有人都骗得好苦。总指挥、参谋长，形势所迫，我爸的案子还有虎爷这条线，我必须亲自了结。利用演习的机会引出他们，是最快也是最不会打草惊蛇的办法。报告，我一开始也不知道陆明的真实身份和计划，请组织处分。处分什么？你找了个最厉害的搭档，任务完成的超出预期，司令亲自来电给你们俩记功，尤其是你，周月，转业安置，局里几个核心部门随你挑。至于陆明总教头，司令还有另一层意思。这次事件暴露出苍云市乃至更广区域的一些深层问题，郑家虽到，但其网络未必彻底清楚。司令希望你能以特别顾问的身份暂时留下，协助我们深挖余孽，整顿风气。当然，这是邀请，不是命令。打击犯罪，我义不容辞。顾问可以，但我有2个条件。你说，第一，我不坐班，行动自主权需要保障。我跟周月同志的相亲得先按正常流程走完，我妈等着呢。批准，完全批准。陆明和周月走在街道上，所以接下来除了特别顾问，你还有什么打算？继续送外卖体验生活？外卖可能暂时不送了，系统刚提示我悍匪之积攒够了，解锁了个新能力。什么能力？悍匪的终极浪漫，说明是可无条件获得心仪对象的终身约，会许可一次。又胡说八道，哪来的不正经系统？说真的，周月，8年前我离开是为了有力量回来保护想保护的人，现在仇报了，入侵了，剩下的日子……他停下脚步，从兜里掏出那枚白狐面具，轻轻戴在周月脸上。剩下的日子，我想和你一起好好过，从一场没被干扰的相亲开始，怎么样？这次我保证，地点拟定，绝不抢银行。好啊，不过要是以后生活太无聊了，偶尔演习一下也不是不行。遵命，我的狐狸劫匪搭档。所以，特别顾问陆先生，你的第一个顾问建议是什么？建议执法局食堂的菜谱里，每周至少增加2次红烧排骨，体力消耗大，别补补。正经点。好，说正经的，郑家的案子虽然接了，但资金流向一些外围关系网，尤其是可能存在的保护伞，需要深挖。我看了卷宗，有些细节对不上。你发现什么了？胡爷能在苍云葬8年，郑家是明面的壳，但我爸当年提供的线报里隐约提到过一个代号鼹鼠的内部人员。这次行动某些环节的迟迟和巧合，让我觉得这只鼹鼠可能还在。陆明的手机突然震动，收到一条加密信息，他看了一眼，眼神微凝。看，说到就到。司令转来的初步筛查简报，有几个人的资金账户和通讯记录在郑家出事前后有异常波动，其中1人目前在系统内位置不低。需要立刻报告总指挥吗？先不急，鼹鼠很警惕，动一个可能进一窝。我们得换个方式，比如让纣王和狐狸再出1次场。钓鱼？这次不抢银行，咱们去拜访一下郑家那个还没被完全查封的，表面上做进出口贸易的子公司。我猜那里可能会有客人急着去打扫卫生。门口2个看守，看起来不像普通保安。腰间有东西。胡脸，你3点钟方向配电箱，我去引开注意力。老规矩，非必要不击毙，留活口。明白，你小心。陆明滑出，故意弄出一点响声，门口2个看守立刻警觉。周月趁机敏捷地前向配电箱。就在陆明准备动手制服过来查看的看守时，仓库侧门突然悄无声息地打开，2个人闪身出来，手里提着密封箱。有其他人，目标出现，不止打扫卫生，是取货。狐狸，拦截他们，我解决仓库的。收到。纣王保证完成任务。周月用枪指着一个神秘人，另一个神秘人见状，自己丢下同伴仓皇而逃了。陆明和周月打开箱子，是家里的境外账户名单和部分通讯记录。快追，别让他跑了。追不上了，对方有准备，救人质和这个要紧，文件能拿到一部分就是收获。看来鼹鼠比我们想的还要狡猾。接着陆明拿枪指着神秘人，说：谁是鼹鼠？你们在密谋什么？神秘人突然猛地抽搐，服毒了，是死士。动作真快，不过他来得及销毁所有东西吗？鼹鼠先生，你的尾巴露出来了。账户指向几个离岸空壳公司，最终关联到一个我们监控已久的跨国洗钱网络。
通讯记录残片显示，近期有几条指令来自一个未经登记的加密频道，源头在境内。你判断的没错，这不是结束，郑家只是前台，背后还有更大的鱼，而且我们内部可能真有蛀虫。对方今晚灭口奸取货，说明我们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包括端到郑家，已经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链，他们急了就会出错。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昏迷的杀手能撬开嘴吗？这种死事希望不大，但我们可以利用它，还有这些不全的文件，放点风声出去，让鼹鼠自己动起来。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但这很危险，对方在暗处，而且可能身居高位。我在暗处的时候，他们是老鼠，现在我在明处了，该轮到他们当老鼠了。总指挥，我需要一些权限，来演一场内部审查和线索中断的戏。你有具体计划？计划就是我和周顾问明天开始正式约会，高调的那种。周月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陆明的意图。脸上泛起淡淡红晕。好，权限给你，需要什么支援直接提，记住安全第一。是，保证完成任务，顺便把相亲流程走完。周月同志，为了庆祝我们成功破获大案，并正式开始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干杯！陆明同志，感谢你英勇无畏，以及选择这家全市最贵、人流量最大的餐厅，作为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地点，真是低调。陆明环顾四周，目光不经意地掠过几个方位。那里坐着伪装成食客的便衣队员，舞台搭得好，观众才到位。鼹鼠的人或者他雇来的眼睛，肯定在。我打赌，3点钟方向那对情侣，男的在10分钟内偷看了我们4次，女的在桌子底下用手机。9点钟方向，独坐看报纸的中年男人，报纸是昨天的。还有斜后方那桌商务人士，谈话内容空洞，但一直在留意进出的人。专业，那我们再加把火。亲爱的，我爸当年留下的那些关系网资料，多亏我整理的仔细，这次才能顺藤摸瓜。有些名字说出来估计能吓一跳。你小声点，这事能随便说吗？对了，总指挥那边对你新提交的关于鼹鼠可能利用境外拍卖行洗钱的线索怎么看？他们看似亲密的交谈，实则将半真半假的信息喂给潜在的监听者。餐厅角落，一个伪装成充电宝的微型信号发射器正将加密片段发送出去。晚餐后，两人在江边散步，宛如普通情侣。你说他们听到那些会信多少？半信半疑才最好，信了他们会慌，会采取行动；不信他们会好奇，会想验证。无论哪种，都会动起来。2点钟方向，雕塑后面有反光，可能是镜头。不止，刚才路过第3个路灯时，阴影里有呼吸声，很轻，但节奏不对，不是我们的人。看来不止眼睛，还派了耳朵甚至手脚来近距离确认了。按计划给他点甜头。陆明假装从口袋掏东西，一张纸条不小心飘落，被江风吹向雕塑方向。鱼儿被叼走了，那纸条上的加密坐标指向城西一个废弃的货运码头。我们的人已经布控了，外松内紧，希望这位魁蛇先生或者他背后的人喜欢这份见面礼。确认了吗？目标人物警觉性很高，但和女伴交谈时确实泄露了一些关键信息，他们手里可能还有更核心的名单。提到了境外拍卖行和几个疑似代号。另外，我拿到了一个城西旧码头的地址。城西旧码头可能是陷阱，也可能是他们急于转移或确认的某个证据藏匿点。陆明行事大胆，常出人意料。他或许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想测试谁会去。你去探查，但只远观，不要接近。如果真是陷阱，立刻撤离；如果不是，看情况决定。我们的客人催得很紧，必须确认风险等级。明白。如果真有东西，是否清楚？必要时连人带物，路面是最大的变数，不能再让他挖下去了。乐意笑了。目标已进入3号区域，正在使用设备扫描，两人携带装备，专业。陆明这招将太公钓鱼真够险的，万一他们不上钩，或者直接强攻，他赌的是对方的贪婪和谨慎，贪婪促使他们来查看，谨慎让他们不会大队人马强攻，而是派精锐侦查，这就给了我们识别和跟踪的机会。通知外围小组，绝对不要惊动，只做电子标记和远程追踪。我们要的是他们回去的巢穴。报告，侦查人员似乎发现了我们预设的证据箱。陆明已有了，正在带走贾尔。收到，魁蛇没亲自下去，可惜，不过没关系。贾尔里的定位和自毁装置是礼物。总指挥，我和周月申请加入下一阶段的送货上门追踪任务。批准，注意，对方是职业的，非常危险。明白，我们也是职业的。目标携带箱子离开码头，正在向北区移动，速度很快，疑似摩托车，信号稳定。那2名侦查人员丢弃的摩托车换成了一辆无牌轿车，分头行动，很谨慎。陆明、周月，追踪小组会跟上轿车，你们负责信号终端，务必找出最终落脚点，但不要靠太近。行驶中的车内，信号进了老城区，那片监控盲区多。胡脸，启动备用追踪协议。启动粉尘信标自适程序。箱子会在震动频率超过阈值或信号被屏蔽时，释放微型被动信标，附着在运输工具上。只要他们不把箱子扔进炼钢炉，我们就能跟着。
屏幕上的光点停在了老城区边缘一个废弃的物流集散地。信号停了，位置东区旧仓库群7号区域附近。抓老鼠，得进洞看看。总指挥，我们申请抵近侦查。批准，特勤2组会在外围800米处待命，记住，侦查优先，非必要不交火。仓库内部，蝰蛇站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正是那个打开的证据箱，一个手下正在用设备检测芯片。头儿，芯片是加密的，但封装工艺和部分数据碎片像真的，需要时间破解。真的？陆明会这么不小心？里面有纳米级追踪粒子，是儿，立刻撤离，清除所有痕迹。就在此时，楼上传来极细微的声响，蝰蛇抬手就朝周越的方向开了一枪。谁？给老子滚出来！我的地盘也是你赶来的，老子要让你有来无回。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哟，反应还挺快的，就是废话有点多。头儿，我们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你个蠢货，这么不小心，这都能被人追踪？你想害死我？快抄家伙，快护我撤离！快！着什么急呀？不过就是一个娘们，而且我们还是2个人，我们还能怕他？都不用头儿你动手，小的，这就给你抓来。这时蝰蛇的手下掏出了枪，指着周越：“别急啊，刚刚是谁说不急的呀？蝰蛇先生，可以摘下你的面具给我看看，你是谁吗？”做梦，我不跟死人说话。陆明知道蝰蛇不好对付，周越在这极力的为陆明拖延时间，准备一举拿下蝰蛇。几乎同时，陆明从侧面一堆货箱后闪出，手中非致命电击枪瞄准蝰蛇，手下应声软倒。晚上好，蝰蛇先生，这么着急走，不聊聊谁派你来的？是我，果然名不虚传。突然，蝰蛇看似无意义的掏出某个装置并按下，他在发信号，阻止他。周越急扑而上，蝰蛇与他瞬间过了几招，格斗术虎辣椒钻。陆明正要合围，仓库外突然传来车辆急刹和密集脚步声，后会有期。浓烟骤起，陆明和周越凭借记忆和热感应紧追，但外面冲进来的几名武装阻挡了去路，蝰蛇的身影消失在仓库另一端的密布。接应人员且战且退，跑得真快。不过，周越从倒地的一名接应人员身上摸出一个通讯器，快速操作。通讯器有短暂未加密回传记录，接收端代码指向市政务网络某个子服务器。政务网络，鼹鼠的尾巴，这次算是踩实了。清理现场，这个线索比抓住蝰蛇本人更有价值。天刚蒙蒙亮，众人脸上带着倦色，但眼神明亮。已确认，回传信号最终跳转的服务器属于城市综合治理数据备份中心，权限等级很高。具体操作终端正在溯源，需要时间。对方用了多层代理，能接触到这个层级，鼹鼠藏的比我们想的还深。你们做得很好，虽然跑了主犯，但拿到了关键线索，锁定了范围，而且没有造成严重伤亡。对方已经知道我们盯上了内部，接下来会更疯狂，也更可能出错。他越动，破绽越多。我们需要布一个他不得不钻的局，一个关于那份真正核心名单的局。利用政务网络内部某个即将发生的他必须关注或参与的事件作为契机。有一份内部通知，3天后有一个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跨部门数据协同的专题工作会议，级别不低，相关几个系统的负责人都要参加。看来鼹鼠先生不得不请您开个会了。制定详细计划。会议当天，我们要在鼹鼠试图接触或销毁他以为存在的最终证据时，人赃并获。丁，触发隐藏任务，会议请属任务奖励，特殊技能信息迷雾。来得正好，